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从10几年前就已经不是很信任媒体跟机构这个东西发出的声音了。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你最好解释清楚为什么，要不然对老百姓媒体人是种冒犯。大时代我改变不了的，我只能去适应它。就对我来说，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并不是让一夜之间获得5000个赞，我的目的是很具体的，就是我希望那些当年听忽左忽右的人，3年前听区现场的人都能知道说啊，我又在小红书上重新活过来了，就完全不剪辑，然后开口就讲，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他最早的甚至普通话说的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大家又愿意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有活人感。今天来跟我一起做这个嘉宾的是2位非常好的朋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期话题，或者请到这2位嘉宾。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是聊播客，因为播客这2年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的迅猛，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更有意思的是，它跟传统媒体的这个传播媒介的形式非常的不一样，也涌现出了很多新鲜的现象。今天我请到的2位嘉宾呢，其实跟我个人的这个播客的这个参与这个事儿紧密相关。那第一位呢是曾经忽左忽右的联合创始人杨一杨老师大家好，我是杨一第2位呢是这个起朱楼宴宾客这个播客的创始人，或者现在流行的叫主理人大老师。主理人是个骂人的话，现在。Hello， 大家好，我是起朱楼宴宾客的主播大卫翁。好，那为什么就正好把你们俩请过来呢？其实我昨天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我真的看了一下自己小宇宙的这个听的时长，第1位的是忽左忽右，第2位的是起朱楼宴宾客。哇哦，太荣幸了！你们特别荣幸，我居然能跟忽左忽右排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对，我居然能跟你们2位坐在一起，我也很荣幸。作为粉丝啊，对。那今天我们就漫谈一下，漫谈呢，其实主要是跟2位就聊聊播客的这个整个这个事儿吧。我其实还是考古了一下，我发现忽左忽右上线非常早，是2018年的2月3号。那一期你们录了一个大概几分钟的一个 trailer 或者叫广告啊，就说我们今天要干这事儿了。那个时候，要不杨一给我们回味一下，那个时候中国的播客世界是个什么样子？OK， 对，首先要先声明一下，这个就忽左忽右的故事，我这个现在相当于是在替陈老板在说话，因为现在其实陈彦良是更主要的主持人。那个时候实际上忽左忽右。当时刚开播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那个难题是，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播客，那个是当时中国播客市场的状态，就是很少有人知道什么。那你们为什么要做播客呢？大家既然都不太知道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刚开始做忽左忽右的时候，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判断。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非常细节的一些这种原因，比如说当时我的搭档陈彦良，那个时候他刚从界面新闻离职。然后他就来问我说有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做播客，因为他知道我之前做过播客，他就想说如果我们用播客的形式来做点自媒体可不可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随机性的，尤其是在2017年年底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聊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是非常随机的一个状态。你之前就做过播客？我2015年就做过播客，杨一电台，对，那是最早的播客。因为我个人知道，就是开始关注播客这个事儿，其实很早以前，大概能追溯到08、09年那时候，就是听英文的播客，当时是，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和英国的一些传统的电台会把他们的广播节目打包成播客节目放到播客上，那它就不是那种纯粹在车库里闲聊的节目了。然后我就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广播里可以做纪录片什么这些，就当时觉得很新鲜，然后就开始听，所以就养成听这种播客节目的习惯。那我2015年那时候第一次开始做播客的之前，就刚好已经遇到，比如说 Serial 在美国爆红的时候，然后播客里开始出现创业公司，有人开始去找硅谷的投资人拿钱，然后大家开始把播客当成一个产业去关注，而不是只是说几个自媒体或者几个普通人在加州的车库里录个节目的这种事情。所以就刚好是我就完全同步的经历了那一波，所以我15年才开始自己买设备开始做播客。但那当时更难，就是当时更加大家对音频是没有概念。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关注的都在公众号上，是的。然后视频甚至那时候还没有短视频，当时大家脑子里想到的视频节目可能是奇葩说这种节目，对，土豆网。
那还是晚了一点，是吧？15年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最关注的视频，如果是这种谈话类的节目，就是以语言为主的，要么是13-1，要么是奇葩说，就当时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做一个播客节目就更加没人知道，甚至大家连去哪儿听都不知道。然后到17年年底，所以陈野郎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首先是因为我们俩认识很久，就是他知道我之前做过播客，然后就来问说，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做一个播客？然后把以前其实主要是他原来在界面文化做记者时候的很多这些人脉，我们能够用换一种方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后来就觉得，可以试试看。就是一个新的形式，是一个新的形式，而且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对播客是很有信心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就你的信心哪儿来的。但是我先转到大老师，你的那个起诉楼是22年的1月11号哈，挑了3个亿，那个时候公众号是不是已经有一定影响力了？还可以吧，当时应该有个10来万的这个关注者。对，那应该算一个腰部，在这个垂类，就是在财经这个垂类，至少在我们行业内还算有一点点影响力吧。到颈部，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要开始做播客呢？我很惭愧的是，我比杨一认识播客那都晚了4年。至少不止4年，完全不止4年。其实我在自己做第一期播客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过一期播客，就是完全都没有听过任何别人的播客。我纯粹是因为2个原因，一个是公众号当时写的非常郁闷，就是经常被删文。当你成为一个腰部、颈部的内容创作者之后，特别是那2年正好在这个疫情期间嘛，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我想写，结果发现写不出来了，我非常的生气。这也是我最早做公众号，也是我在机构的时候，我其实当时负责机构的一个公众号，结果机构公众号我千辛万苦写了一篇腾讯的年报分析，结果被老板说，哎呀，这篇文章发出来，因为当时我在一个阿里系的公司，所以写一个腾讯的年报分析是比较敏感的事情，写得很辛苦。写完之后说不能发，我一气之下就注册了一个个人公众号，然后就发在了我的个人公众号上面。这是当时起公众号的一个缘由。那播客也是类似的，就是因为发现公众号很多内容写不出来了，想换一个模式。那我已经错过了短视频的风口，当然我也本身也没有很想做视频，说有一个声音的这么一个形式，那我就拿出一个手机来，就录下了第一期播客。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对这种形式是非常陌生的，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去成长起来的。那个当大老师22年开始做第一期播客的时候，那个时候忽左忽右处于什么状态了呢？那个时候我都已经不做互怼会了，我那时候最主要的工作是来管这家公司的商务，成为一家公司了。是的，对，是 JazzPod 这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那是我最主要的工作了。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这个中文世界的播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呢？22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我觉得已经相比较我们18年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繁荣非常多了。你想那个时候，但应该还是播客的第3个元年吧，还是第4个元年？对，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圈里面的一个梗。但后来我们也就不自己去说这个事儿，因为你一直圆也。你稍微把这个梗给，就是中文播客一直有一个行业里的梗，就是播客元年，就是因为你就 year one 嘛，就是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点。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我们19年当时第一次做 Podfest 的那个中文播客大会的时候，就有人在提这个事儿了。但后来因为你会发现，就是从0到1这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出现的事，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所以就导致你在接下来从19年开始，20年小宇宙出现，然后21年、22年，你好像每一年你都觉得它是慢慢的往上走，就没有那种好像元年之后爆发的那个感觉。但它都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让大家觉得好像播客出圈了。对，每年都有一些这种事情，或者说每年它的关注度都往上提。比如说22年，如果回到我们自己团队里做的事情，22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耐克开始做播客，然后应该严中花树那个时候也开始做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感觉是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已经把做一个自己的企业播客或者品牌播客当成一个标配，就开始有这个迹象。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说那至少在商业化这部分它有一个路径在慢慢稳定下来，就是你说的每年都有个故事可以讲。
对，那像，但是我觉得咱们再把这个时钟再往前倒一下，比如说18年、19年，当你特别19年，那时候当你和陈彦良你们作为这个最早一批试水的人，对，或者就是老革命们，肯定是过苦日子的哈。那个最早期的时候，你觉得你也跟我讲过，比如说你们花很多时间要去教育这个市场，或者是让大家认知这个东西，你觉得当时最大难点是什么？播客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教育市场，其实即使到22年、23年，我们还得做。并不是说只是19年的故事，只是说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阶段，你教育的所谓这个打双引号的教育的这个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19年那时候，我们最首要需要回应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播客？就是它跟传统的广播电台有什么区别？跟网络电台有什么区别？跟知识付费有什么区别？跟有声书有什么区别？真的有人会听吗？就是听这么长的内容吗？就因为大家都在看短视频，就是这些是当时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在19年的时候。对，你怎么回答呢？这个东西，你怎么觉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我觉得其实我的方法是我后来的方法就是说，因为你不能一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游戏，就是首先是你得认清一个事儿，就是每个人的思维认知的框架，它就是在那儿的，就是你不能去敲碎它，因为你敲它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它一定会反弹。所以我的方法就是，那我又不愿意把我自己逼到墙角里，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想的是说，就是播客是一个新的，就是我不是在这个赛道里跟别人竞争的，我打开的是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个是当时我觉得在做增量。对，我觉得那个是19年，因为当时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清楚的认知，就是我们肉眼能，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体感，然后肉眼能感受到，就是你周围的人的确在听的时间越来越多。最典型的一个标志就是你走在上海街头，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耳朵上会一直戴着 AirPods。就光这个事情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典型，在说明这个市场在有打开的迹象，因为 AirPods 但它也有可能在听音乐。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已经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因为以前大家也听音乐，但是大家是不会在耳朵上挂一个 AirPods 的。而且我自己因为以前买设备，我很知道，就是可能在 AirPods 2016-17年出来之前，你买耳机这件事情，买什么耳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是的，对，就是你要挑降噪、造型，然后各种品牌，就是你要挑一个对，那完全变成一个就是设备党的一个，你要看大量的帖子去研究的事情，那是个非常有点门槛的事儿。但是AirPods 一出来，特别是后来 AirPods 2出来，就是有降噪功能以后，就一下这个叙事就被改写了，就大家买耳机这件事情不再需要挑了，就是原来挑的人他还是会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就是方便使用的一个，而且是蓝牙无线的耳机，所以就光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可以意味着很多事情，就基础设施已经搭好了。对，就这个事情是不需要我们去吹牛的，就是大家走在街上就能看到。当然我们也可以拿数据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卖家也不是我们，这是苹果跟华为他们在卖的东西，它不是我在主导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些变化其实当时的确会给我们解决很大问题，就是会告诉大家说，它是个增量的市场，它是另外一块市场，我不是在另外已经成熟的市场里跟别人去卷。那其实大老师进这块市场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赶上好日子了？对，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是完全糊里糊涂的，我是完全没有这个做媒体的概念跟意识，就是想表达，对，就是完全就是出于一个表达者，就是想找一个另外的媒介。但是你还是挑了一下，你没有说这个特别不爽，我再搞一个微信公众号，对吧？再开个小号，你还是挑了挑，你还想了想，这个短视频咱不能进，对吧？然后播客。那我要不试试这个，是吧？其实这个就涉及到播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起的门槛非常低，就是你想要开始做创作这件事情的门槛，几乎是所有平台。当然，你说公众号，你敲几个文字也容易，但说实话，你要写一篇完整的文字，它是对你的时间、精力，包括你的素质是有很高要求的。但是只要是人都会说话，对吧？你都能说一个完整的话，就是所以播客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为什么这么多素人或者说有很多的普通人觉得我可以去做一个播客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做表达的时候，语言表达是一个最流畅最基础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在里面选，就是这个东西不行，那就干脆就如果真的不行也就算了嘛，对吧？但是我可以先做几期试试看。而它比做视频还便宜，比做视频要简单太多了啊！而且因为你做财经内容，或者说你不是做那种就比如说我就怼一个大脸，就是
开口讲。你如果想做成像小林说，或者是做一些真正精致的财经的视频，投入是非常大的，是非常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播客就很轻。你最好后面再加个但是，要不然你这样其实对很多做播客的人来说是个侮辱。为什么？就是门槛太低了，对吧？谁都能进。你要说一个，但是想做好还是要有水平的，比如说像这种有文化的人才能做好。我不这么认为。其实说实话，我认为直到现在为止，做播客依然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但是有但是。从传播形式来说，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表达者。当然，你如果想要获得流量，或者说你想要让别人听你播客的内容，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表达者，我就是想要输出的话，播客非常容易。这个就是我想进入到的第二趴这也是跟大老师学的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趴你看，咱做播客没有门槛是吧？只要跟前辈们学习学习，就有方法。大概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从什么时候你经历到这个，就是叫做听众的这个飙升的有这样的阶段吗？就是大概你从一个素人，或者你们也是从零开始嘛？有这个节点是什么时候？那我可能会有点凡尔赛，就是首先因为我有一个公众号，我有一个天生的从公众号导到播客的流量，对吧？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有那么几百上千个人其实就跟过来去听我做播客了。但最早我的播客的音频内容是同时放在公众号跟小宇宙等等的这些播客平台的，是两边都放的。但当我意识到大家并不习惯在微信或者在公众号这样一个平台听音频的时候，我就更多的把就是音频这部分就转向了真正的播客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赶上了一个元年，就是商业财经类播客的元年。那个在2022年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原因也是因为资本市场那个时候刚刚从牛转熊，就是进入到一个下行周期。然后另外呢，金融行业一直是一个非常比别的行业反应都慢的行业。就是我们金融行业，因为我当时在一个基金公司负责品牌部门，也是我的这个管辖范围内，我们去做这种地铁站的广告的时候，早就是别人玩剩下的了。就是最早的那些消费品啊等等的这些行业都已经在地铁投放过1轮、2轮、3轮之后，轮到基金公司了。金融行业终于想起来，哇，原来有这么一个渠道可以去做投放。所以播客也是，你看到应该是从24年开始，大量的基金公司开始做播客。对，这个是后面的事情了。所以在22年的时候做这个内容的人非常少，那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做到第2、第3期的时候，小宇宙的人就已经找到我了，就发现有这么一个播客在做财经内容，而且呢听起来还蛮专业的。他们就开始问我能不能做日更，我说做不了。周更我说我也做不了因为我也当时还有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还挺忙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因为小宇宙的它这整个逻辑是它有编辑精选，它会每天挑3档他觉得做的不错、质量不错的节目上到他的首页。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他还没有他的那个算法的那个时候，几乎是很重要的一个露出，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露出。而那一年我可能就上过4、5次的这个精选，就相当于是小宇宙官方帮我起了第一波的号，就第一个起号是这个。所以你说流量红利期有没有帮助？对于单个的号来说，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你到2025年，你再做一个商业财经类的播客，你面对的竞争就不是这种什么10档、几十档了，上百档的播客都在做这个内容，流量也越来越值钱了，也越来越金贵了嘛。是的，然后它也有小宇宙有各种方式在推各种各样的节目，它的这个编辑精选的3个档位也没有原来那么黄金了。杨一，你们那个时候更早了，对吧？那你们那个时候等这个市场开始兴起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更有一种跑马圈地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说实话倒没有特别刻意的要去跑马圈地。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觉得既然所谓的这个趋势在那个地方，就应该尽可能去做所有的事情。我自己是第一次创业，但是因为以前在财经媒体做，就看过很多别人创业，就是那个机遇期通常
窗口期不一定很长的，就是要看运气吧。有的人可能顺风顺水会很久，有的时候那个窗口是很短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说，就是我们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就播客在开始变成一种势头的时候，那时候想的事情就是尽量在这个窗口期里做更多的事情。2020和21年那时候同时做了几个事，第一就是开发大量的原创播客。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去游说各种企业来做企业播客，而且甚至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个意识，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2位1斗嘛，我们当时非常希望大家能在外面再加一个播客，就是播客会变成企业传播的标配。然后再者就是所谓的这个行业共同体的搭建，就那时候做播客大会也好，或者是去做一些线下的那种播客创作者的交流培训也好，就反正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让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越造播客的事，越多人听，其实对这个行业是最好的。这太牛了，这个你们就已经都不是一个播客了，你们是他们是在为是的生态的制造者哈，然后就是福泽了像大老师这样后来人。也没有，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做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尤其是做比较早期这种新进行业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想法，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不能等着别人来。对，而且这个行业好，对自己也好。对，就是回到你刚才说18、19年那时候，大家最难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那个问题我不给出答案，我的方法是我等在那儿，等别人给我想一个解决方法，那我不知道要蛰伏多长时间。所以我既然是很早就已经开始做创业公司，然后很早就认定这个赛道，所谓的赛道播客这个行业是有前途的话，那就应该 all in 在里面，不断的让它更快的发展。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的确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想法。对，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一直觉得播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群，或者说就是玩播客的人，他直到现在因为他的商业化程度依然没有那么高，特别是你与最早的公众号后来的短视频相比，所以很多人是在几乎是在义务的在造整个生态，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狂喜播客节，然后在 CPA 的一个播客的这种社区奖项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如果去跟他们聊的话，他们的第一个想法不是商业化，不是说我是为了商业利益来，而是我希望这个东西好。所以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从2024年开始，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更多的人开始入局了。这些人是冲着这个地方。他们到2024年才看到了杨一刚才说的，他可能在18、19年看到的那个东西，就这个成了一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呢，可能是一个现在其他地方的流量都越来越贵的情况下，这块还没有那么贵，到这儿来了。对，但在这个之前，以及在原来玩播客的这群人里面，大家依然把这个作为一个我的自留地，然后我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个生态做好，还带那么点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理想主义在里面。同人之间做点什么东西，是的，这个跟那个时代气息也比较像。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大概有没有一个 moment， 就是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做着你发现，哎，播客这事儿可能能成，就是它能成个事儿了，有没有那个时候？你说自己这档节目吗？自己这档节目，或者是你从你的整个行业的角度，你要不大老师，你觉得就比如说做到什么时候？一开始肯定是玩一玩嘛，对吧？试一试，就有没有什么时刻说，哎，这事儿是不是我可以认真去把它整起来了？我好像应该是2022年居然拿到了小宇宙的什么年度新播客吧，因为我在2022年整年可能也就更新了10来期，然后非常的粗糙，就是拿手机放在桌上录完，当然我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后期剪辑，但就这么就上线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居然能被一个播客的主流平台认为是今年一个比较好的内容，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就从2023年开始，我是有正儿八经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事儿。当然同时它也挤占了我写微信公众号的时间，导致我23年文字开始就写得很少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这种主流的平台给你的一个肯定，其实对于内容创作者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觉得这是一个肯定，会不会也是一个陷阱？就当你觉得说哇塞给了点甜头尝到了，说我准备 all in 了，然后发现这事儿也不赚钱。对，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
这个肯定是来自于你对这件事情本来的预期的。你比如说，你如果做播客，不管任何种媒介，你进来就是为了商业化的，你的肯定来自于第一个金主爸爸，或者是来自于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投放，你会觉得这事儿成了，或者这事儿我能继续做。那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表达者，我的从一开始的初衷就是你给我情绪价值，我就是需要情绪价值，你给我正面的反馈。所以平台也好，包括我的听众给我的这种肯定，对我来说才是那个 moment。就开始嘚瑟了。对，杨一，你觉得呢？你觉得就是你们做忽左忽右也好，或者你看整个这个播客这个事儿也好，你觉得有没有这么比较关键的这种时刻，让你觉得这事儿能成，这个东西能成事儿呢？我觉得我跟大老师换一个不同的角度，他刚才说这个就是来自平台跟听众的反馈嘛，我们当然早期也有听众反馈的，那个18年2月份3月份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听众反馈，那个还是比较直接。但是我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忽左忽右当时开播2个月就有一个品牌来找我们啊，然后当时他的想做的事儿就是说，我不是想在忽左忽右里投广告，他是觉得我们俩这个节目做的还挺有质感的，然后他们也在做一个自己公司的播客，那能不能换供应商，就让我们来做他的供应商。就是我们来参与介入整个制作，这也是个巨大的正面反馈。而且那个是来自金主爸爸的。对，而且他本来就做公司的，他找到了一条路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司那时候还没有公司，那时候是个人。然后那个是4月份，接着6月份又有一家公司来找我们，同样的事情。然后那家公司因为他们之前在硅谷做过播客，所以他们对这个生态就跟我们的语境更接近，就是更能对上话。然后就发现说原来大家其实是还是在国内是有人认可这个事儿，然后以及我们当时意识到说，企业做音频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在看美国市场，而且我记得那个同一年18年的10月份，我还来过一趟美国，就见了很多当时这边的创业公司跟团队的人。然后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个时候上半年得到的这2个客户的反馈，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在中国的播客，它如果有一个商业化的路径，它的路径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先把原创播客做大，做到能够卖广告，然后我再去做广告公司的业务，就是我把我的制作能力变成一种可以卖的服务，然后去游说企业来做播客。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国内发现，就是按照那个时间点来算，就2月份开播，4月份第一个客户，6月份第二个客户，然后他们俩都明确的说不是要在忽左忽右投广告，而是需要我们的制作能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跟美国是反过来的。就是首先是已经有一些企业在18年那个时候意识到，我可能需要有一个音频内容，我不是只需要做微信公众号跟微博。第二件事情是他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这个事情的需求出现比他看重播客的流量价值更早，就是一个已经有的播客的那个播放量的价值更早。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原来做一个服务商这个业务是可以先跑出来的。你看这个其实就解了我的一个一直以来这个迷思哈。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忽左忽右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的时候，我说哇，你们也太聪明了，你们这不就是就叫什么内容制造、内容生产领域的麦肯锡，对吧？其实你们最大的营收项是帮别人去做这个内容，结果那现在听起来其实就是命好，然后也是金主爸爸给你们建议了，不，那还是他们俩的节目做的有质感。那当然，这永远是。就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我，至少是我对于很多商业就创业这个事情的想法，就是顺势而为嘛，顺势来的，慢慢走出来的。就是不是我有一个设定好的路，非要怎么样，或者因为学别人就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就是你发现这公司，就是你发现你的团队已经有2个客户，然后有人需要找你签合同、开发票的时候，你当然就要去工商登记一家公司，这公司自然就出来了。对，我们也不是当年说去做个 PPT 去游说投资人给天使轮的这种逻辑。对，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播客这个形态，我感觉也在快速变化，因为我还真是听了他那个杨一电台最早那你还去听了？我的天哪！我觉得吧，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就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在听早期的 NPR 的节目啊，就是你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现场音效啊，对，然后就是几个人的采访式的东西的。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想把 NPR 那套形式介绍到中文里来，那个就跟这个播客就
不是一码事儿。包括你和陈彦良早期录的那几期也非常这个风格，对对对对，也非常这个风格，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广播风。包括比如说像这个麦当劳最早做的那个 marketing 的那个播客叫 The Sauce， 就是四川辣酱的那个事儿，你一听也是，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NPR 的那种广播的那种节目。对，它这个东西其实我可以稍微补充两句，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你刚才说的这些案例是那样的一个风格，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现在在中国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些互联网创业的逻辑之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因为14年 Serial 的爆红，让大家尤其是圈外人会有这种感觉是这个形式是能成的，因为它已经有一个成功案例了，所以我们就认为播客这样的新媒介就该做成这个样子，就他不会去细究说其实你还有好多种不同的风格，哪一种风格可能更适合我，他不会，他就是说这个是最好的。那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创业公司已经在做这些东西，所以他就继续在市场上鼓吹，所以就会更加加深大家的这个认知，就是说这种比如说调查形式的叙事类的真实罪案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播客这个新媒体该有的样子，所以它就会形成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早期的品牌来做都是这个形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在国内创业的时候，就我个人嘛，因为我觉得陈彦良还是没有我这么多这些情节，就我那时候还是比较快的要调整这个事儿，就是我也是很快，就是你说忽悠的早几期因为都是我自己剪的嘛，就也会有那个痕迹在。但后来我们就慢慢发现说，其实你当你做一家公司的时候，你就要算成本，你要算营收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种所谓的高质量制作的那种，或者是比较 PGC 的制作方式，它成本很高。然后市场的发展阶段其实还不需要你做这么好的东西，或者说它不太需要这种质感，就是你也需要跟这个市场去对话嘛。他未必在那个时候需要这个东西，他其实你有一个高质量的访谈已经足够满足他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去调整所有的策略。以及我甚至觉得中国本身这个内容的生态就未必跟美国走在同一条路上，就是中国的听众，包括为什么我们的短视频可以有这么多的素人可以出来，就能做出一个很大的号，或者说有非常多的受众。播客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现在在整个中文播客圈里面最出圈的最顶流的几档播客里面，真正用这种非常精良制作的并不是很多当然岩中花树或者这种算是其中的一两档，但更多的大家反而是希望听到比较原生态的声音，听到你这个人的所思所想。虽然刚才我们下来的时候杨毅也在说现在中国的听众对这个音质要求很高，或者很挑剔，越来越高了。但反过来讲，你去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应该是跳进兔子洞，对吧？它是真的，就它是完全 NPR 那套非常精致的一档播客，你听了就会觉得哇这样的感觉，但是它是非常小众的。这个我就可以，我完全可以 echo 你这事，因为我们20年那时候，19年、20年第一次开始做用户调研，就是中文播客受众的调研，然后我们后来每年做，就是一直追踪这个东西，然后当中其实有很多的 focus group， 就是我自己主持的，所以我后来也发现，就是你实际上跟这些用户去接触的时候，你就慢慢会改变早期的这些想法。因为你会发现中国的路径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在19年、20年那个时候就开始真实的是不是我们在鼓吹这个事，而是听众自己会到播客里来。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很大的一个用户的洞察是来自于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吧，比如说一线城市有些比较年轻的，有一些独立思想的人，他17年、18年开始大量的消费短视频之后，他其实有自己的反思的，就他不希望由算法来决定我每天看什么东西，以及他不希望每天的内容消费全部用在这种东西上。他有一些自觉的意识，所以他开始去找，那哪里还能找到那些我想要的东西？那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很清楚，就是长时间的真人对话。其实是个非常清晰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在当时，如果我们都很熟中国媒体的这个发展，就18年、19年这样的内容，实际上你在各种平台上已经很难找到了，因为大家都全面转向短的时候，就长时间的真人交流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的，在当时的中国环境里。13是一个非常个案的东西，但是因为是许知远做，而且做出品牌了，大家没话说。我记得我们18年那个时候，最早比如说一些国内的音频平台，当时一些音频平台的人来跟我们聊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能不能把忽悠从1个小时拆成3个20分钟，因为他觉得太长了，没有人会听。就是整个市场的认知全是在那个状态的时候，那其实消费者自己是会先动起来的，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说我想去找那些更长时间的、更深度的，然后是真人的，然后
比较自然的聊天，它既不是营销性的话术，也不是短视频，也不是短的东西。那他找来找去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播客这个地方存在大量的这样内容，那我就留下来了。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一般不都说你要了解你的受众，了解大家的喜好，然后围绕着他们的需求去做内容，做形态。但你刚才讲的完全是一个反向的故事，就我们先 offer 的一些东西，提供的东西，然后他们再找过来，是这样。对，甚至还有一种就是说，可能大家，那我听你这个话，我感觉好像是不是说，其实大家很多需求是就是叫做这种就是大家广为流传的那些认知正好是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这个也是我自己创业几年我认为其中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我刚才讲那个故事，我自己本来是有一个非常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认为 NPR 那个东西是细糠，对吧？就是应该做那个东西，而且它在美国被验证过 PDCA 逻辑是成功的，那在中国也应该复制。可是你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实际上当你推出去的时候，大家会中间隔了好几个台阶，就是他没办法一下子达到这个程度，或者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不是刚需。那就是刚才那个故事，就是他会找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说真人的长时间的谈话传递信息的东西。可是这当中有一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容易被大家忽略到的一个细节是，那个时候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忽左忽右或者这些播客，所以有需求的人他当时会停在播客这里，因为他发现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是是有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也是我后来意识到的，就是说，当你在给市场提供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也会启发很多人去发现自己的需求。他的需求是我不要什么，但是我要什么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些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我想要的时候，你们就能够碰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说我们应该很强势的去按照那种你要老传媒人的那种想，我要设定议程，也不是这个，但也不是说我完全遵循消费者的心理，就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觉得它当中是有一个来往的平衡的，就是你也得按照你的想法给点东西，否则它互相试探，对，慢慢但是你也不能太一厢情愿，对，就是它是有一个互相试探的。大老师开始做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早期的播客都多长吗？我最早我甚至在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是10分钟到20分钟，就是我希望用10分钟20分钟讲清楚一个金融市场的现象，或者是一个经济的东西。八分半。对，财经8分钟，因为它就是为了跟我的公众号的这种深度文章做一个错位嘛。因为我在2022年的时候还是希望公众号跟播客两条腿走路，就是我并不是想放弃某一边，所以我想做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我其实想 echo 一下刚才杨一说的一个点，我自己的感觉啊，当然这个我是纯粹我没有任何的媒体背景，就纯粹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中国的听众或者是读者或者是观众，它跟美国有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不太信任媒体，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能从10几年前就已经不是很信任媒体跟机构这个东西发出的声音了。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你最好解释清楚为什么，要不然对老媒体人是种冒犯。我就不用我解释，很简单，中国的年轻人现在说起学者、专家这种词，带有非常强烈的负面的情绪。就他觉得专家这个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这个不用解释，对不对？对，是一个贬义词。对，所以反过来，我有一个印证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在公众号这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机构发的文章，你的打开率大概率在，就算你是再大的号，我问过很多的朋友，大概就2%、3%，包括我自己当时做的机构号，其实已经是一个每篇的阅读量可能已经在1万2万以上了当然算不了大号，但是还不错。打开率就是2%到3%，但是如果你是个个人号，是可以轻轻松松达到10%的。就是我当时自己的公众号，包括我身边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朋友，那就意味着大家更愿意听到一个活人，听到一个真人，听到一个就算你不是那么的专业或者权威，但是我能感觉到跟你有连接感的人的声音。好，那我们进入播客这个时代。刚才你们在讲的这种 NPR 的方式或者什么方式，它一定是一个有一点偏机构的声音，就是大家在听你做了很多的剪辑，非常精彩的、非常精致的一期节目的时候，他默认这个背后应该是有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的，对吧？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呢，有更多中文播客圈里面有很多相对比较粗糙的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我们的读书不成林舒老师，对吧？就完全不剪辑，然后开口就讲，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他最早的甚至普通话说的都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大家又愿意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有活人感。我在觉得我在听一个身边的人在讲话，这件事情对于中文语境下的听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我会发现，我来美国之后听英文的播客，当然也有类似这样的播客啊，但是更多的英文播客圈有很多是由专业的机构下场做的东西。大家依然信任媒体，虽然可能左翼的不信任，右翼对观点上、价值观上的差异，但是你会发现 All In 的这个主播依然在引用 New York Times 的一些数据，它依然之间会有一些这种最起码的信任。这个我完全可以补充他这个事情，就是我从我的视角来看，就是我不认为它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受众上的差别，我觉得是因为它的点，实际上它的差别是在于，第一，美国它的媒体发展里面，其实它的商业化逻辑是非常强的，就是为什么 PTC 的内容在美国一直成，是因为它后面一直有一个坚实的商业逻辑在背后支撑，而这个商业逻辑不仅仅是广告，包括节目的版权、节目的售卖，它是一整套的体系，所以你一旦这个东西变得非常有体系化以后，你就变成一个产业，产业里就会有大量的人。那你一个人的想法是可以变的，但是你很难去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时代冲击，其实你很难撬动整个产业的人在同一时间全部放下这个事儿。就这个是在中国有个惯性在，没错。但中国实际上，我们俩以前都在传统媒体做过，就中国实际上没有这种真正传媒产业化的事儿。我记得0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李瑞刚他们一直在谈这个事儿，但是中国其实因为它的体制问题，它没有真的实现过产业化。而且甚至这个产业化到09年的时候就停下来，又转回到所谓台管企业这个逻辑里来，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导致内容就是内容后面并没有足够的商业力量在支撑它，你一定要往什么方向做。所以等到移动互联网兴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创作门槛降低了，渠道门槛降低了，大家就大老师开始写公众号了，就迅速的进去之后，你发现两者之间的壁垒并没有那么的深，甚至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它可以迅速的转向。因为你说的这个太学术了，我来做个比喻吧，可能就是顺着大老师刚才讲的，就是咱们以前生产的呢都是精致的、健康的、卫生的、口味一模一样的预制菜，突然大老师推个小摊儿就上来了，说我给你现炒，我给你来一勺啊，我只能自己给你干这么一勺，然后大家说，这玩意儿没吃过啊，特别新鲜，我就开始整了。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事情是在于说，就大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活人感，我不认为它有国界上的差别，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也在发生，就是活人感的东西，坦白来说，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它就是比一个机构更容易让你被。这个叫什么共情或者 compelling， 就是这种对，就是你更容易跟他产生连接，这是一定的，因为人更愿意认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一个品牌这种东西。所以，那以前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之所以在当时好像在美国跟中国没有同频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结构相对更结实一点。是。那中国相对以前不那么坚实，甚至它没有完全形成，然后就快速的被自媒体替代，大家已经感受到这种真人感的价值是什么以后，它就会带来后面的所有的故事。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也在发生这个事儿啊，就是传统媒体你刚才说的那种权威性，在10年之后在这儿也不再是变成是唯一的东西，你会发现大量的个人的内容是大家愿意看的。最大的播客也都是一些个人的播客，包括 Substack， 对吧？就是这种，就大家真的阅读可能每天是 Substack， 而不是去打开《纽约时报》的 app。但是我也在想这事儿啊，就是这个活人感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吗？就是说。活人感这个词儿非常流行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的受众因为以前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就讲专业性是很重要，新闻专业，因为我们一切都不专业，突然说我所有的调查数据都核实过，然后我交叉印证过，我给你的这个结构，我的这个整个的生产制作流程都是甚至 ISO 2000认证的那种就类似这种，就是我们其实一度非常追求这种专业性标准化。现在反而不一样了，是吧？就预制菜吃多了，是吧？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媒体现在没有能让人感觉这种专业性。哎呦，这个杀人诛心，你这个是来了，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啊！不，这个两位是老媒体人，应该知道现在中国媒体的现状嘛？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众号都来自于政府跟传统媒体，但是大家都会吐槽那些
反而变成了这种标题党，或者是追求流量。因为对于那些公众号的运营者来说，点击量是它的考核指标，对吧？里边的内容反而没有那么的重要。那这种事情你会形成一个在这种受众心目中会形成一种循环，它就会越来越加深印象，就是你给我的东西可能还不如一个活人给我的专业。而且他就警惕了嘛，就对以后你做的内容，他已经开始给你上价值了，就说我不信任你的东西，或者我就预设你这不好听。是的，对吧？然后突然有个人换了一种声调，然后所以你一开始也是这种声调来赢获，叫做获取人心的吗？哪种声调？就是上来你是有意识的说啊，那我这个播客我开始做了，那我一定要跟机构类的不一样，我一定要有活人感。其实你一开始就有这个主动意识是吧？对，我有这个主动意识，因为我在之前我刚刚说我从机构公众号到个人公众号的转变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中国的依然在更新的个人公众号，它变成了日更之后，它可能写的文字是非常平实的，它并不是有很强的这种专业性或者怎么样，不端着，然后不端着，有贴近你的。当然我说人话，对我讲的是财经这一个领域啊，对，我其他领域看的不太多，但是它能获得这么大的流量，或者说很多人天天都在追着看，就是因为它只是需要一个陪伴。对，是的。他并不一定需要，因为他知道，就算我去看传统媒体，我也得不到什么专业性。那我看你们这些个人的，我也没有指望你真的给我提供非常非常专业或者中立的这种观点。我只是觉得看你的东西，更有意思，对我的投资也好，或者对我扩展我的认知来说也好，是更有价值的。那我就看你。那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绝对录的特别有活人感，因为我们就是甚至都不把大家放棚里，就随着太阳照着，我就看着我现在杨老师在发光，然后就看大老师在出汗，然后我就保持这个活人感，是吧？就否则我们就这个专业的棚里，对吧？然后就看在一个罐头里那种啊，就是咱们沐浴着自然的阳光，但是眯着眼睛录啊。但是我其实挺想问杨一，就是我很同意你刚才说的，中国当时可能媒体没有进入到一个产业化或者什么的阶段，所以导致有一个中断。但现在你会发现，从去年开始，至少在播客这个领域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玩家。就是从严中花树到今年的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然后去年当然还有杨天真的这种播客，你会发现，这些专业的人，他当然不是说做播客专业啊，只是说他背后可能有个更大的团队，他可以做出更加精致的内容。他们在入局之后，包括有一些传统媒体可能也在往里边走。对于这个生态，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会有一个改变吗？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我的感受是在我特别想说中国市场吧，因为我觉得美国可能确实还不太一样。就我觉得中国市场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你确实至少在短期之内能看到某一种碾压的态势。就是因为我为什么刚才想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知道 PGC 这个东西呢，它看上去比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接地气，就是比较有制作感。但 PGC 带来的另外一面是，每一个 PGC 都有一个 formula， 都有一个 Bible， 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雇员，你在这个团队里，你跟着这个就是这个公式，跟着这个制作的 Bible， 你都可以做出同样质量的东西。那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是 PGC 它工业化以后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每个人在里面都能够跟你个人的这个能力高下没太大关系，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水平，你在这个团队里，你产出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它可复制，对，还是预制菜，批量生，这是商品化，就产品化，批量味儿都差不了。对 ，exactly。但是我觉得你一旦转到就是我们放弃 PGC， 就完全转向个人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做真人这件事情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就是不是说你是一个活的人跟真的人，你就是一个镜头前的真人跟活人，就是演真人跟演活人这件事情也是需要积年累月的积累经验的。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像鲁豫啊，像杨天真啊，就是他们已经在镜头前或者在自己的领域里活跃了很多年的人，他当然在这个方面得到的经验是更多的。当他演一个活人的时候，他会更像一个活人，然后他的活人感会更大的
产生共鸣，而不是一个很逆势的，就是比如说只有10万人去喜爱的一个人，他可能会变成一个100万人喜欢的人。就突然正规军也可以下场给你打游击了，这样游击队们就没有活路了。我刚才特别想补充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你说就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这个时代被挑战？实际上我反而想说的是，我们在纽约聊这个事儿就特别好，就是因为美国的电视台以前也都是非常商业化的嘛。我原来大学研究就这个东西，实际上你会发现。美国的电视台当年它虽然是一个品牌，但是比如说它的新闻产品里面，它也非常追求活人感，它一定要培养王牌主播，而且王牌主播的年薪是非常高的，就是说它一定需要明星主持跟明星主播来加强这个虚拟品牌跟真实观众之间的联系，中间的这个媒介是啥呢？就得是真人。那我就想说，就是你刚才你举的这些例子，恰恰就是他们是在那个训练当中已经训练成一个很好的桥梁的时候，他现在只是我现在不需要后面这个牌子了，我自己现在就是这个品牌，但是我的能力就是我很知道怎么去跟受众那咱们就是斗胆来回到今天我们这个非常夸张的题目哈，就这个新秩序在酝酿。其实大老师问了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对吧？就是当这些专业团队开始进场的时候，那他们也可以做活人感，对吧？就你说你给我小锅炒，我也能给你炒出锅气来。好了，那未来这个行业会怎么样？我听你讲的时候，突然想到大老师哪天被 MCN 给签了，对吧？就你是不是已经被签了？我没有，他还是在坚持做个体户，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趋势，就是说这些机构开始找到这种做得很好的个体户，然后说，我把你吸入到我的体制内，也有可能会这样，对吧？因为毕竟他们有更专业的，比如商业变现团队，对吧？这个非常关键了，对吧？然后支持团队、研究团队，对吧？各种各样的，所以你那会不会就是这个行业慢慢？因为我们在短视频领域已经看到这样的。我觉得中国在播客里，我先说我的观点，我觉得在中国的播客里是不是会出现你说的这个就是 MCN 化的前提？不在于就是这个模式本身是不是能跟播客适配，是在于播客这个行业里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利可图。就是 MCN 是完全需要以利为驱动力的，就是如果它是个很小的投入产出比嘛，就像20分钟前大老师说的，大家是用热情对在做的时候，那对于 MCN 的运营者来说，他没有这个热情的。就是他未来可能5年后要收购的这些人是有热情的，对吧？你现在可以有热情，但是他在当下要做这个决定，我要不要把 MCN 的模式带到播客里来的时候，他要考虑的事情是，因为所谓的 MCN 或者在美国这边叫播客网络，它的价值其实是把这些所谓的散兵游勇放在一起，然后产生一个规模化的效应。但是前提是你得规模化完了之后，你得有效应。就是如果你规模化完了之后没效应，财经人士那就没到这个会有这个规模效应产生吗？其实杨一刚才说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当年公众号发展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度也有一些 MCN， 包括有很多围绕着公众号生态去做的上下游的机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的媒介至少在过去这20年，它太不稳定了。对。就它的这个变化速度，可能比起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不是30年河东，可能3年。就我这戏还没唱完呢，新的就已经上来了，您赶紧下去吧。是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号，然后短视频光起来了，对吧？而快速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就是带货。对，然后突然变得有价值，对吧？然后就是你看他PGC 伪装成 UGC。你看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关键词：第一，他快速的找到了带货；第二是带货的商业利益是有效率的。他跟你做个定制内容，我还得跟你聊半天，就是我还得那个就 agency 跟你沟通半天不一样。你带货是很有效率，那这个他快速的找到了，就有可能规模化。大老师继续。所以中国媒体的这种不稳态，导致了它的商业整个路径肯定首先跟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美国可能那个就是最早是个广播电台，对吧？然后它进入到新闻媒体，进入到电视，现在又回归到播客，它等于是一个非常非常顺的一个路径。但中国就是不断的在跳跃，不断的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问我播客现在后面会怎么走，我依然认为至少在未来可以看到的这么2-3年内，它依然没有办法形成像美国这么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包括我们可能后面想去看的一些上中下游是怎么去协调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单枪匹马，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刚才杨一说到的一些专业人士下场，做出了一个头部，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效应是有可能的。但你说整个播客这么一个媒介的形态变成一个机构化，
很难，原因就在于对，原因在于大家会担心你会不会成为像下一个公众号一样啊？你等你真正做大了，你比如说小宇宙现在当然我们跟 Kiss 和他们也都有一些交流，他们也在努力的依然保留现有的这种算法跟订阅一个微妙的平衡，包括这种就是编辑精选啊，依然在继续。但是万一有一天它变成算法推荐了呢？就像公众号一样，突然有一天信息流就被打乱了，导致它的原来的整个商业逻辑都不见了。原来你根据公众号的订阅量，你就能推算出我一篇文章发出去大概能有多少的阅读量。对，现在这个公式已经完全失效了。对，那播客依然在之前订阅制的这样的一个大逻辑下面。那在中国整个所有的媒介都在算法化的前提下，它会走向什么样子？现在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大家可以说播客很长，60分钟、2个小时，不可能做真正的所谓的算法化，但谁知道呢？我觉得中国的对这个，而且看历史哈，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理想主义永远败给现实主义，对吧？你所有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它可以昙花一现。但是最后它都是这个溃不成军，丢盔弃甲，或者说它在一些小众的群体里面是依然可以继续存在的，就好像豆瓣现在依然在，对吧？它也没有真的死掉，大家还会用它去看评分，但是呢，它也做不大，或者说它也不可能成为那个最主流的一个媒介了。对，那就看你播客到底是想依然停留在理想主义的这种小众圈层里面，还是真的想像 B 站一样破圈？那 B 站破圈的结果就是它不再是我们这些二次元的一个圣地，或者是我们喜欢的一个天地了。对，那对你这老二次元，当 B 站背叛了革命队伍之后，你们去哪儿呢？你们存活在流离失所，没有孤魂野鬼啊，就没有一个这样。当然，现在播客里面也出现了一些动漫这个分类，或者大家会在里面做一些讨论，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再像当年 B 站这样一个比较大的社区了。这个确实，说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一个行业吧，它起起伏伏的，起起伏伏的这个变化，其实在中国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趣儿的东西，就是中国什么东西都特别快，对，就是席卷而来，席卷而去。然后我今天中午还跟一个美国的这个做媒体的人在聊天，你知道美国就跟咱中国比，就什么东西都特别慢。我说你们那个做的那个，他们是做那个杂志的，对，然后他们竟然还有1年印3次的纸质版的杂志，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网站，他们还在做网站。我说那你收入来源还靠订阅，就1万多个订阅就养活着他们这些人。然后他的理念还在坚持写那种深度的文章，他说我一定要揪每个字儿的，他一定要 funny， 要好玩，然后一定要很深度思考很多。就这他们还好好活了20多年了。不是，日本现在还每天早上送报纸呢。应该说纽约也是。应该说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没有中国变化这么快。对。那你们这种老弄潮儿现在有没有感觉有压力呢？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你其实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做小杂志的这种案例吧，就对我来讲，其实反而是我认为这个是如果我们先考虑，就先排除掉国别之间的差别，我们就说整个媒体，我反而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真正未来的趋势。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它不是，你不要看它小。它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顺应时代的事情是，你看算法其实帮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研究算法的时候，其实看的还是说这个东西让什么东西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大。但是你要想的是，流量突然变大这件事情不是算法第一次出现这个事，传统电视台春晚对吧？这也是一夜之间让流量变大，所以让流量变大这件事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其实大众传播时代一直存在。可是我认为算法真正在未来这个时代解决的问题是，它让小的东西、让逆势的东西、让这些细分的东西也能找到它的受众，有存活空间，而不需要绕到一个大众的平台上。我认为这是这个技术真正它差异化的价值。否则你的能力电视已经实现过了，那你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一点我跟杨一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观点。我认为算法时代会让小众的东西越来越难存活。怎么讲？因为算法背后是谁？是企业，对吧？是商业利益，亦或是政治的需求等等的，可能都有。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东西。
而只有主流的东西才有商业利益，才有 propaganda 的这种需求等等的。所以算法反而会让，就是算法给大家推的东西会越来越像。什么东西可以保留小众，反而是像传统的订阅制，或者是再早的，你会发现在这边 Reddit 依然火，对吧？在日本的话，像乐天等等的，有一些 BBS 依然火，因为你 BBS 里边可能就有板块，那你在这个板块里讨论的就永远是你自己的那个小众的东西。但是你在小红书上面，没错，你现在可能还看到说千人千面是吧？千人千面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它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群体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推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有流量，然后这个东西验证过的东西我才会更多的推给你，所以我是相对比较悲观的一派。这个我之前跟半打铁串台的时候也会说过，我觉得算法这个东西会让主流的声音被放得更大，然后让小众的声音会越来越收缩。你看欧阳斌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实际上又绕回传统媒体了。传统媒体就是一张头版面对1万个人都是同一个头版，千人千面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嘛。就是按照大老师的逻辑，这个是绕回去。但是我现在在看这些事情时候，我的想法跟我原来创业的时候很不一样，就是我更从个人角度来看。你要个人角度跟所谓创业之间最大的视角上的区别，就是创业的事情是你会去想一些宏观的东西，就是你会觉得我是个 player， 就有可能我的想法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但是你从个人角度来说，这个事情的视角完全变了，就是大时代我改变不了的，我只能去适应它，然后以及我在这个夹缝当中找到我能存活的空间。所以我是这么来想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你对于一个个体的创作者来说，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是按照你刚才讲的内容，其实他会非常悲观，对吧？因为我如果做不出来一个所谓主流的东西的话，那我其实就不用做这个东西了。但是我反而会觉得，我就会更愿意在这个当中去看，对于普通创作者来说，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夹缝里找到的空间是什么，就是你是看到算法有可能帮助你的东西。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在过去怎么讲呢？你觉得你能跟算法去做交易做博弈？我觉得它不是做交易做博弈，而是说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需要去改变算法，或者是去跟它博弈，而是说我现在能看到的事情是算法。比如说我最近在重新开始玩小红书，然后那我就需要先去把我原来的播客老听众给找回来。那我后来就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效率是很高的。就是当你发一些帖子里面包含了一些可能会唤醒听众记忆的一些关键词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算法还是可以很精准的把你推到那些知道你的人面前，那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就对我来说，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并不是让一夜之间获得5000个赞，我的目的是很具体的，就是我希望那些当年听忽左忽右的人，3年前听区现场的人都能知道说我又在小红书上重新活过来了。那如果我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事情的话，我就会认为算法的效率是高的。他比我要去，你知道，他比我去一个大众媒体。首先，大众的传媒是不会给我这个空间去做这么一个自私的事情的。那我只能在互联网的平台上做，然后以及它的效率是更高的。对这件事情本身，我是同意杨怡的，就是你可能可以很快的找回你原来的一些老听友，就有个非常具体的目的。对，结果你发现，当他们关注你之后，你的新的内容不一定会被推给他。当然，但是我就是想说一事一议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会我的理念为什么是说我要去善用平台，而不是变成被他奴役的人，就是在于我知道这个地方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就通过你来完成一些事情。对，我是这个逻辑。然后，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就说小红书这个平台吧，你会发现，大家在上面，你一定得做一些非常主流的赛道，你才能获得那些流量。对，家居、搞笑、美妆、宠物、美妆等等的这些东西，对吧？你如果就做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内容，也许我知道有一些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被。不光是小红书了，可能抖音也是一样的，就被推上去了，然后你就突然获得了一波流量，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更大概率，你就是默默的发帖，然后没有任何的然后烂尾声音。我有没有可能探讨一个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第一是，对于一个创作者，对于一个个体创作者来说，如果我的目的不是去做一个头部公司，我只是做自己的内容的话，我如果有非常实际的可能1000个需要我这个内容的人听，是不是比我去就够了是吧？做梦想一个一夜暴富
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才认为订阅制符合这样的逻辑啊，就是我需要有1000个订阅我这个频道的，不管是最早的博客对吧 ，blog、MSN Space， 还是现在的 Substack 等等的这种方式，甚至是因为播客现在还是订阅制，对吧？我只需要这1000个人。对，你说的是什么呢？是这1000个人因为算法的方式，他可能会更容易找到我，对吧？对。但是问题是，算法都是双刃剑，他把这1000人推给你了。但另外，他也会把其他内容推给这1000个人，所以导致了你必须得把这1000个人从这个平台，从算法的平台转到一个非算法的平台，就漏斗嘛，他才能真的留下来。对，如果你一直把它就留在抖音跟小红书的关注列表，注意力会被别的当然给抢走，他看不到你的，他既看到你了，其实也没看到你，是的，他就是随时可以被别人给搂走。但我的悲观点在于，当越来越多的媒介或者说平台走向算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可以再把他们引到一个地方，而且我还有一个更悲观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就即便他订阅了你，他也不一定去看你的东西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就那么长时间，这有太多东西可以占用我的东西了。但当然，同时，如果你是他真正感兴趣的那个小众爱好，或者是就是那个话题，他就是感兴趣，他可能就会，或者是你没有平替，就是对，你的就没有是没有平替。好，那这就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那核心到底是什么？做内容创作？就核心是你一定要有独特性，产质优质内容，长得漂亮，还是什么？你是说在算法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吗？谈到现在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长得漂亮，就是大老师有发言权。结果他不做视频播客，你看到没有？对，只有我没有发言权。我觉得播客这个核心竞争力，你觉得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还是播客嘛，对啊，我们还是回到播客的这个主题上面。其实现在对于播客这样的一个生态，你什么样的创作者能够获取到更多的声音，获取到更多的听众，或者是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话，最重要的还是你有自己的思想，还是内容是吧？还是内容，至少在播客这样的一个媒介里面，还是这个内容。当然，取决于现在在播客这个世界里边，有一些话题可能流量比较大一点，或者说感兴趣的人更多一些。有的话题感兴趣的人没那么多。你比如说，你做自我成长，做商业财经，做罪案类，对吧？罪案类是这2年上升最快的一个品类。这些可能就很容易获得一些话题感。但是呢，有一些垂类，比如说，因为我在日本生活嘛，在来纽约之前，所以我会看到，可能小宇宙上面有大几十档，专门讲日本的对这么一种播客节目，那它的订阅量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就几千上万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这些人是非常稳定的，会收听这些节目的。那么在这个之下，你再去追求跟这些人之间的一些连接，或者是你想跟他们一起做些什么事情，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核心的核心是你这个内容能够吸引到。对你有需要的人，对。那这就又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其实也问过你，然后也问过陈彦良，就是说，如果你是艺人公司，或者就是个体户，你怎么保证自己的储备可以不断的产出高质量的内容，对吧？这个其实很难啊。对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首先你想做这个，我可以。介绍也不，我可以推荐，就是刘飞，就是那个半拿铁的主播，他其实出过，他每隔2年会出一期关于怎么做播客或者为什么要做播客的这么一档播客节目，它里边就会讲说，你一定要想好你的这种表达的欲望以及你的内容足不足够支撑一档节目。如果不够支撑，但是你又想表达，你就上一档节目就好了，你当嘉宾就好了，或者是你定期的去跟一个其他的台去做一个对谈就好了。你要自己做一档节目的前提是你有足够多的东西想要去表达那当然，如果你去做访谈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能有足够多的人脉去做访谈。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以单口为主，那么你必须得想好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输入上面。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就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么说，就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合做播客？是不是得超有表达欲，然后这个储备极多的人？
储备极多未必，但是表达欲是一定要有。这段时间你得有表达欲，就是你在做这个播客的这段时间我特别想说话，对吧？有话要说，就是你自己内心得有一个温度计，你得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最近有话要说。所以播客有个很有趣的形式叫做 season， 就是比如说第一季、第二季，它不一定。现在中国其实相对比较少啊，我感觉美国比较多一些，因为它还是因为跟那个它的选题有关系。是的，就是我可能就10集作为一个季。对，这故事这个故事就10集就讲完了，就到此为止。那我到这个之后，我可能就闭麦歇歇啊，歇歇，确实是。对，但是中国播客大家习惯周更、双周更，好像就一直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他这个其实从我的视角来看，就是你说的这个持续周更这个事，其实还是跟商业模式有关系。就美国做季播的原因，是因为他做季播就像电视剧做季播或做电影一样，就是你花10个月的时间磨这么一季出来，然后你有很好的这种宣推。然后让你这个周期，对，让你这10集的这个就是上这个发布期里面的流量很高的时候，你这个流量本身就可以直接换成广告，你不需要再去做定制什么的。但是你一旦变成是说我以定制口播为主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要长期的输入，你才会接。其实我觉得还是商业模式在决定。你觉得呢？还是在决定这个形态？是这样的吗？对啊，因为你不敢断更，对吧？不是，就是刚才杨一说的，就你的粉丝积累是需要以持续周更，因为如果你来积累，对，如果你投放的逻辑是你看的是小宇宙订阅数的增长，那么的确周更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换得这件事情的方式。但如果你那个东西是说，当我做了8到10个月的一个季播的东西，我一季上去，然后我在这个宣推的过程当中，我有大量的媒体配合，让这个曝光量高。它的下载量直接就可以变成广告的收益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对，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我为什么稍微有点犹豫，因为我也脑子里能想起一些节目，它并不追求周更，或者说甚至更新的很少，但它依然非常受欢迎。最典型的就是梦妍的像《无人知晓》这样的节目嘛，对吧？当然这个就跟你的内容质量有非常大的关系了。你要是能做到这样的内容质量的话，确实你可以不追求定期频率的更新，但你会发现中国相比海外已经没有这么追求一个定期的频率了。我说的不是那些季播的节目啊，因为我在日本听很多播客，包括现在来美国，他都会比如说在录的时候就说我今天是几月几号我录的这期节目，他会有这么一个表达，然后他会有说我每周就是每周3或者是什么。但中国其实我觉得听众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预期，是我一定要在每周3听到你这档节目。就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预期？好像还是跟大家对原来传统的，比如说广播电台或者是电视节目这边的受众可能会习惯于我们那个时候在做公司的时候，当时的观察是这样，就是首先是周更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会变成是说你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或者是希望坚持的一个标准，是因为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以周为单位来组织的，就是它比较容易让这个播客的收听嵌入到你的一个生活的逻辑里去，那你就不太容易晚上6点我看大风车就不太容易错过，或者说你周一能想起来说我到周一了，那大老师是不是今天又更新了？就你能想起来这个事儿，就是你不需要有一个推送的提醒，工业化你脑子里会想到这个事情。但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媒体思维，因为中国，我也想你刚才说到这儿，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又落入到了那个陷阱，就老觉得这个时代是短平快的，长内容是不受欢迎的，蹦迪出来了，说啊我听50分钟都可以，然后你那个判断是个假。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我刚才说这个事情其实它有一个动态的变化是什么呢？第一是你的内容供给量在变多。就是当你每个听众你在小宇宙上或者在苹果播客上你订阅的节目数量达到一定量，你不一定每期它更新都能听的时候，其实周更这件事就没那么多价值了，因为实际上它在播单里它是根据你的标题在选择你要听什么。我会发现我的播客的收听可能当然你在发出来第一天的时候收听量会比较大，但是它的长尾会非常非常的长。对，是它跟原来的电视节目，你说周一你不看那个大风车就错过了，除非你把它录下来。对，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逻辑了，播客不是这个逻辑。但是我刚才更想讲的一点是，中国人现在非常习惯像短视频啊或者这些东西，短视频是没有什么频率可言的。播放我没有说一定要每周一，你说有一个大号说我周一更一条视频，其实
大家都没有这个逻辑。最早我记得 Papi 酱还会坚持什么周一的放更新，晚上6点。那个罗永浩也是，罗振宇也是嘛。对对对，最早的时候每天60秒，当然就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其实现在因为算法把一切东西都打乱了，我可能在每天的任意时间我打开某一个平台，所以就导致这种时间感在中国的大家的习惯里面变得越来越弱。对，这是我的一点感觉。但你知道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感觉，就是现在你经常在那个就是订阅的那个单集列表里选节目的那个状态，其实很容易让我想到，就是可能10几年前我站在一个杂志摊儿面前挑那个这周我要买哪本杂志的感觉。因为你就看标题嘛，你就那个时候是看封面哪个图更吸引你，或者哪个话题比较刺激你。其实我现在感觉我每次在选要接下来这1个小时我给谁的时候，就很有当年站在书报亭前面这就是挑杂志的感觉。这就是不同人的不同习惯。像我就是固定买那几本杂志，我就一定买，我不管它上面写的什么，因为我信任这个平台，我信任它的内容，我就不管它上面写的什么，我都会。他说什么都看。对，这不同的人的一个习惯。我其实刚才脑补了一下一个场景，我特别想想象，就大老师这种，就当年在微信公众号上都10万粉丝，突然有一天做播客了，那你的这些读者突然变成听众了，他们突然听到了大老师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种冲击？然后最近又在小红书上看到了我的照片，对，又看到人了。每次出圈带给人家的冲击是什么样的？你有获取过这样的反馈吗？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好的距离感在拉近的感觉。就是公众号，我不知道这个2位看公众号看的多不多啊？就是你虽然可能看一个人的文字看很多，比如说我看六神磊磊或者什么的，你始终觉得跟他就是一个读者跟一个作者的关系，就他的距离是比较远的。或者我其实是跟这个文字的关系。对，你可能只是跟这篇文章有一些关联，所以你会发现我的微信公众号底下的留言一般都很官方，大家都就事论事的在讲你的文章写的什么，很少有人跟你比较亲昵的打招呼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会发现播客的评论区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就是有人会抢沙发，有人会来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有人会跟你打招呼，他就会变成他感觉你跟他的跟你这个人，对，他会首先他会跟你这个人产生一些连接，其次我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看一些传媒的基础知识，试图跟上2位的步伐。你们俩可能在学校里边，那你就要毁了。看的，比如说像那个麦克卢汉，哎呦我的天哪！你很快要毁了，马上要毁了，真的吗？我觉得他写的东西非常有意思。这因为我是相当于你想，我是先做了这个东西，再回过头来，我觉得还有很多印证你的想法。对，比如他在讲声音这件事情的，它是中枢神经的一个直接的延伸，它跟视觉是不一样的。是的，我觉得他的有一个观点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说，因为我其实看很多事情，包括金融这个领域，我也会觉得你还是要从生物性跟历史去看。他在讲人类为什么听觉比视觉更加敏感，是因为我们在远古时代，在更漫长的时期里面，你需要依靠听觉去感受危险。对，你更多的是你的听觉可以覆盖更大的范围，但是你视觉只能看到一小块嘛。你在森林里面或者你在山洞里面，只能看到那么一小块，所以导致了人类的听觉其实是第一它比较发达，第二它能给你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是跟视觉不一样的。所以到广播电台到现在我们做播客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我自己现在听播客，当然我刚才说我在做播客的时候还不听，但是呢我现在还是会听的很多，我会感觉播客给我的脑海中留下来的东西会更多，然后我在听的过程中，哪怕我一边在干很多事情，因为大家听播客都不会是一个，我很少是这种专注着什么都不干我就坐在这听播客，这个比较难，大家可能在通勤啊或者在健身啊，但是呢你会进入到一些心流状态的可能性比你看文字特别是看视频要概率大得多得多。所以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听众跟我的连接感会更加的深，他会记住你说过的很多的点，然后应用在他比如说我做投资做理财这方面，运用在这个里边的概念，运用在这里边的概率远大于他看了一个3分钟的视频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投资要大得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断把自己打开，你做好这个准备吗？就把更多的自己暴露到公众的审视面前。我其实没有暴露
非常多，直到最近1-2年可能会多了一些。我在做播客的前2年几乎没有暴露过我任何的个人信息，只是声音这件事情本身就能让听众跟你产生比文字多的连接感。对，就是暴不暴露这件事情取决于第一，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过往，知道你的一些背景。第二，有没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你聊的很多话题本身就跟你的过往有关系，那我是并不介意把我自己做一个打开的。但我知道对你们这些老媒体人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我做的事情跟我这个人本身可能抽离开会更好一些。我不是这种人，我是完全合二为一的。OK， 因为我跟欧阳聊过，他是说这个我要上视频了，这个会还是有一种我要打开自己的这种感觉。怎么我突然被排就是很老一辈的那种感觉？这里划了一道线，对吧？我们就是老一辈中躺在这儿年龄歧视了哈。这个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做自媒体，他是不是对这个人的要求会有？我在想可能会更不一样。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大老师，你是怎么发音都学过，不像我们那种就是纯靠肉声扯。我没有学过发音，你就是天生声音好听啊！不能这么说。但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辩论队嘛，参加很多辩论队的训练，其实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发音训练，但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未来会给自己的做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帮助。你看以前就是说你长得不漂亮，声音不好听，咱写字儿对吧？写得漂亮就没关系，照样可以成名。那现在你看这又回来了，对吧？但所以我会基因优势，我有邀请一些我公众号看了很久的一些创作者说要不要来上一期播客，他们会拒绝的，就是我不想说出来，他并不一定声音不好听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用文字这种方式表达是更加舒适的。更进一步的，你要做好准备袒露自己啊。对。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我听到的所有的播客，当然更多就是小团队或者一个人这么制作，我就老在想，那有什么是我们当年那个。这又暴露了自己年龄，又回自己主动，这是你自己主动的，都爬坑里面爬出来了，就自己又跳回去啊。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我发现还是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个暴论是不是准确啊？我就发现很多小机构个人团队他去做这些东西呢，他其实更多的他只能去做分析解读、谈观点、谈感受。而无法形成一手的东西，一手的去挖料，去做深度的、长时间的把这个 facts 给你几个面全给你挖出来。这个要么就是投入极大，对吧？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做一篇调查，派有半年啊，出一篇稿，而且稿里面不能有个人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老人会有那个习惯，就是把自己藏得远远的。对，我就告诉你这个事儿是怎么事儿，它是 facts。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就是说自媒体它无法去弥补的东西？因为我的理解是你所说的这种把 facts 抓出来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还是需要有很多专业训练，它是个技能。就像你去做一个侦探，或者你去做一个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它是个技能。虽然你感觉这个报告就是15页或者30页 PPT， 对吧？但是实际上它是需要一整套方法论，要不然干嘛大家去读 MBA 什么之类的呢？就是说它是需要去有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记者的调查是一样，就是这个东西是确实需要有一些专业技能的训练。那我觉得对于自媒体来说，这是两个事儿，就是原来的新闻机构做的那个事儿是一个单独的东西，然后自媒体大部分提供的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是从个人经验跟感受出发的分析解读，或者是情绪提供，它是两个事儿，只是说大家都可以用比如说小红书或者小宇宙的平台来发这个内容，但它其实是两个东西。其实我非常同意欧阳你刚才说的这个点，就是自媒体的兴起之后，我自己很担心的一个点也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去了解一件事情的很多面，因为自媒体博主，包括我自己也是，你始终是有一个立场，或者说你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你在解读一件事儿，你在跟大家聊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大概率只会从自己熟悉的这个领域以及这个角度切入去讲这个事情，你不会把所有的面都设计进去。那传统的媒体，我知道你们有一些流程，有一些技巧，去比如说我请更多的专家来解读这个事儿，对吧？去做一些平衡。但是自媒体一方面我做不到。
第二方面，我却又要显着我好像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了，你听我的就行了。就这当然我自己不是这个风格，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短视频也好，播客也好都有，就是会给这些听众留下来一个印象是，哦，他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了，这事儿就这样了。但这个其实会非常的糟糕，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它是有很多面的。传统媒体在这里边应该站出来说，我要承担这个告诉大家很多面的这么一个角色，来平衡自媒体的这个观点输出。其实这个我是有个心理变化的。一开始我是非常兴奋，我发现这个主观性其实很宝贵，在中国。对，就是说突然每个人勇于表达自己的观念，对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输出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解放啊。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是你说到的这种，就是说过于主观的东西有时候是误导，特别是如果我跟你又产生了这种就是说信任感的关联，或者我绝大多数这个领域的知识都是从你这儿的分析判断从你这儿来的话，那其实很容易就往那一个方向去走哈。但是另外一个层面，还有就是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太忽略事实本身，更多的就是观念之间的交锋，而不是事实本身的纠察。所以你像哎呀，这个老人人设是摆脱不了了。你比如说，在2000年左右、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其实国内的传统媒体兴起一大批这个调查新闻风元年。我们也有过元年。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比拼的就是一个事儿出来之后，哗，一群调查记者下去，就出来之后看谁的报道是全面的，谁挖到了更多，而不是说观念的多样性，而是说这个事儿你这个 facts 有没有给我整清楚。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特别去学习《纽约时报》，就是说新闻 news 是在这个版面，然后观点叫做这个op-ed 是另外一个版面，而且我一定分清楚这是观点，对，这是事实，对。现在好像哇，这个自媒体一起来，这完全都丢掉，大家不讲这个了。我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个？我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个角度？这个事情，你现在在哥大读嘛，对吧？哥大的新闻学院是普利策当年拿钱捐的。普利策当年做的是什么新闻？是平衡的新闻吗？不是，黄色新闻吗？是追求流量的新闻。所以真的吗？对啊，对，哎，这个我得跟你讲讲啊，这是新闻媒体贵校这个太牛了，甚至煽动了战争，你知道吗？美西战争，普利策和赫斯特两大报业集团天天耸人听闻 ，exactly 啊，就是我特别挑动美国老百姓的这个情绪啊。所以我想说美国的坏，咱一定得停留一段时间，多说点啊，挑动了大家的坏，然后就一再在那说啊，那个西班牙人在古巴那个地方乱搞，欺负我们美国人。真的还就把这个民族挑动起来了，挑动起来了。然后正好当时的美国总统也想借这个事儿啊，整点事儿啊，就是我们也强大了嘛，我们也得展示大国实力。然后再加上这个民众情绪也给挑动起来，这又跟选票一匹配啊，来干了一场战。但是那一次也奠定了美国这个就是把这个整个拉美地区当自己后花园的第一步嘛，门罗主义这些他开始干这个事儿，这就新闻当年干过的事儿。对，来，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新闻专业主义平衡这些东西，其实是那个时代经历过这种市场化非常人性的那种选择之后，大家在行业内重新去塑造一个秩序。我们喜欢看我们喜欢的倾向性的言论，这个东西，这是人性。对，就是追求平衡多元，这是反人性的东西。所以，你当一个媒体，如果你认为它的媒介在发生变革，在从旧媒体转到新媒体的时候，这些东西一定会出来的。但是你过了一定阶段之后，你看赚了一辈子钱的普利策老师，到临死的时候说：“我应该把钱捐出来，弄个哥大，捐给哥大办个新闻学院，我们来探究一下好的新闻该怎么做。”我觉得就是等到这波大家已经钟摆摆完了之后。他又会需要去寻求新的秩序，是肯定的。我觉得杨一跟之前聊过的半打铁他们都一样，就是比较乐观，对这件事情比较乐观。这个历史进步主义，我觉得大老师是循环论吧。大老师觉得呢？不一定。我之所以觉得不一定的原因在于，现在有了 AI 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会让这个周期也许就打破了所谓的周期了，它就这个秩序并不一定再回去了，对吧？对，因为它又要迭代了嘛，对吧？它可能就一直往那一边去走下去的。原因就在于 AI 其实它是吸收了人类的所有知识，但是呢，它更多吸收的是你现在的知识，对吧？它所谓的学习，它更多是最近这5年10年，因为你每年人类诞生的信息是在爆炸性的增加的。
那如果你按照多少来评判的话，一定是最近的这几年是最多的，它会很轻易的覆盖掉你原来可能100年的信息量。那所以 AI 最终形成的一种思维逻辑，就是按照现在的世界秩序、媒介秩序去走的。那么它会把人类推向，或者它会把媒体这个东西推向什么地步呢？我觉得就是会沿着算法，沿着现在大家最爱听的这种东西，去往下去进一步的延伸。我昨天听那个舒老师最新的一期节目，就是关于阅读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听了都非常有感慨嘛。就是阅读这件事情，不光是对于大学生，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或者说是工作很多年的人，也是，就是你必须得逼着自己去阅读，否则你很容易就迷失在短视频，然后你很容易就相信 AI 告诉你的那个论点，或者说他给你总结的1、2、3，加了一堆的 emoji 跟一堆的破折号的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观点跟论点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才是符合人性的，嘛，对吧？那对啊，肯定的。就是他那期节目里面讲到说，普林斯顿的一个教授认为，识字这件事情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异常值，就是大家都识字这件事情，对，不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它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接下来又会返回到那个常态，也就是只有一批人，只有一些人识字，或者说一些人知道这个知识应该怎么样的往下传承，更多的人，对吧？是我补充2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其实恰恰就是当年我在国内去跟别人讲播客为什么有价值的时候的一个点。我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说你去看未来5到10年，中国社会一定有普遍的阅读障碍，所以你要做播客，因为你的传播，你这不叫助纣为虐吗？我叫顺应时代。是好的。然后第二件，然后这个是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想说的是，人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就是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跟一个那时候连 ChatGPT 都还没出来的时候，我跟一个谷歌的工程师聊过一个事，就在纽约，我印象非常深。那时候 COVID 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因为他之前很多年都在研究 AI， 然后我当时对 AI 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聊这个事儿，就尝试去学习这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后来就问了他一个事儿，我说那按照你这个推论下去，岂不是说未来人类的大多数都在消费由 AI 自己产生的东西，而由人拍的更创造性的东西就只有少部分人在消费嘛？他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它是一种现实，你就得接纳，你就得至少先承认有这个现实有可能会发生，再说你要不要改变它。对，咱得收回来，要不然我们要负责去解救全人类了啊！对，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能不能描述一下听播客这群人，他有什么特点？你抓出几个关键词。因为我来纽约之后，还跟不少听友有一些非常个人的接触嘛。但在这个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首先，听我的这档播客的人，大概率是生活在1、2线城市为主，年纪呢在25到35岁之间为主啊。当然有上有下的朋友也都有。女性占60%以上。这个我那次听陈老板说，忽左忽右也是对女性多，一直都是女性，这个还挺让人惊讶的，因为它是一个聊历史。对啊，这个文化相关的一个播客，但是财经类的也是我一直在说，我的公众号其实是7:3，就是男7女3，关注的人啊，就70%都是男性，但是到播客我聊同样的内容，一模一样的内容，女性的比例比男性高，因为这个也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女性对声音这种感知力比较强，或者她们更愿意去听一些音频的东西等等的这些原因可能都有，所以我来纽约之后。我接触到的现在大概30-40个样本吧，就是30-40个听友，基本上跟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是比较的符合的。其实在中国，我觉得听播客的人会比在美国要年轻化是非常明显的，可能至少有5岁到10岁的一个差距，就是平均的年龄啊。中国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媒介。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刚才2位也在说的，他是要愿意去吸收长内容的人。所以他们往往都对短视频有一定的抗拒，或者是说我也看短视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有一些，这个好像是我记得是小宇宙的 Kiss 说的，会有一些罪恶感，所以我要用播客这样的长内容
这样的伴随媒介洗清自己的罪恶，去弥补一下自己的这种用大老师来抵消小红书带来的罪恶感。杨毅，你这整个更宏观面，你觉得对我补充一些，大老师。第一个事情是你刚刚说那个性别这个事很有意思，就是我反而觉得，如果你看看美国的数据，你就知道其实不是因为声音的原因，是因为内容供给的原因。怎么讲呢？因为美国其实就是男性听众，播客男性听众一直都是更多的。因为你美国的主流的播客内容，除了 NPR 的这些内容以外，其实最大盘的是右翼的这些，它平替了原来 AM 调幅广播里面的那些谈话节目。所以实际上美国的播客的用户画像倒真的是红脖子或者是白男是比较主要的受众。就几个比较大的播客也都是这种麦克档啊或者什么。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我认为还是跟内容供给，或者是它是一个互动吧。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也不是说你主动说我要供给什么，而是说你供给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也确实在国内是女性听众更多，那你就更愿意做这样的内容。然后他就会吸引更多这样的人来，然后他慢慢就形成好像如果他有一个生态的话，就变成这个生态里面比较主要的一种叙事。因为中国其实这个变化就是发生在2020年，我们第一次做调研的时候，当时还是到60%、40%，男性60%，女性40%。因为在小宇宙出来之前，其实中文播客有几个问题，第一是它的产品并不好用。对于女性用户来说，坦白说它是不友好，从 UX 这个用户交互的角度来说是不友好的。你需要知道什么是 RSS， 你要知道怎么去订阅它，这是个门槛。第二件事情是，由于这个东西导致比如说你的上传发布都有一些难度，那就使得科技类的内容变成比较文化类的内容比较主要、比较主流的内容形态，那就变成是那个时候男性听众比较多。但小宇宙来了之后，至少在收听端是先把门槛降低了，所以就慢慢它这个反转就出现。第二个事情，其实我想补充它一个，就是我们当然常年的调研也发现，的确比较集中的在中国以地域来分，是在1、2线城市是比较集中的。但是我们至少从胡走回游18、19年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听众那个时候如果有互动的话，总有一些人他是在你以为的非常偏远的地方，可是任何一个偏远的地方都有知识分子、公务员教师这样的群体。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哪怕是小宇宙出来之前，苹果播客的时代、喜马拉雅的时代，仍然也有很多听众是在所谓的3、4、5、6、7、8线的地方，但是它是当地的一个相对比较知识精英的阶层。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因为后来网上有县城婆罗门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可以来形容它。但是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按照这种1、2线城市来分，反而是我觉得它可能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就1、2线如果是这么切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个横向的切法，就是在任何一个不管是几线的地方里面的相对知识文化，或者你说的这个识字率的，大家这个概念上的人还是会来听的。哎，那我之所以想让你们描述他们之后，其实我这背后还藏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跟他们互动呢？因为这个就很奇妙，因为就是你更多的，比如说你前面我们谈了很多活人感啊这些东西，那你再下一步肯定你要增强跟他们的互动嘛，对吧？我知道大老师到纽约来是经常跟他们约咖啡的哈，但是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样的，就是说你这个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听出来这些人他其实很在意这种跟你的连接，对，无论是播客形态还是性别，因为女性可能更细腻一些，更强调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然后再包括比如说这群人的他都比较1、2线城市，可能这个又追求长内容，那相对教育水平又比较高，他可能更要求这些东西。对，那大老师你跟他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我特别好奇啊。我先说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其实你去听，包括我在日本，包括在美国这边听播客，他们很多的方式还是由这些听众给你写信、写邮件，然后他们会在节目里面把这个邮件念出来，可能在每一期节目最后会念2个，然后对他做一个读评论，读评论，就其实是有点像过去传统电台的这个对这个模式，我发现还是这样非常多的。但是你发现在中国，因为有了小宇宙这么个平台，导致它有了评论区，导致这些听众可以即时的在上面做一些反馈之后，类似采取这种非常传统的方式的这种播客数量是很少的。但是我依然开放了一个邮箱地址之后，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每周还是能收到3、5封来自听众，因为他一旦通过邮件跟你沟通，他就会是一个很长的
一个邮件，会跟你讲他的故事，或者跟你讲他想要问你的问题等等的这样的，这是一种模式。那每一封其实我都会非常努力的去回他。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小宇宙的评论区里面去进行一个互动。其实早上我还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说，我说因为我做播客就是来获取情绪价值的，所以我会非常鼓励那些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听友，他们只要给我评论，在我的这个小宇宙节目底下做评论，我大概率会回复点赞。对，所以他们很多人在我的听友群里面会说哦，这个大老师真的是就是评论不点赞非常勤的一个主播，但是好像孟岩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方式。听友群其实是我不是特别想清楚的一件事儿，因为听友群这个东西500人一拉，如果是大的节目可能一拉都是几十个群，当然我在拉了4-5个群之后我就暂停了，我就没有再多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运营。人一多声音就很多，然后大家在里边杂七杂八的聊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互动比较合适，所以听友群这个事情我没有想清楚。但是如果你是要做商业化的话，其实听友群是一个非常好的私域，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做所谓的私域运营的这么一个节目的话，那我因为本身是做一些财经类的，你可以把它誉为干货类的一些节目，所以我还有一个知识星球。知识星球是国内相当于是一个付费社区，你一年可能要交一个费用，当然这个费用由这个你自己决定。我觉得有点像 OnlyFans 是吧？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家只是在里面说一些文字，你可能可以交付一些所谓的，你也可以放图片了，没关系。但是一定因为它的社区的管理的规范非常的严格，加钱非常的严格。对，所以这又是一个我现在可能有2000多人的这么一个社区。那么在这里边，因为它都是交了，比如说一年100-200块钱的，其实门槛也很低的，这么一个付费的用户，那我可能在里面会说一些跟投资相关的事情，包括我可能一年会做几次的直播，这个直播是只针对知识星球的球友的，就是我不会做那种非常公众类的，比如说小红书上的直播或者视频号的直播，因为吃播吗？那直播啥呢？聊最近的市场啊。哦，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的听众里面在我做犬生活跟不熄灯之前，大部分人还是想让我告诉他们财富密码的。就大部分人来，我们也想呀，是想知道一夜怎么一夜暴富的，是想知道一些财经内容的。对，但是现在我在努力的用不同的节目，把我整个人变得更加的活人感，或者说我会告诉他，我不是一个光输出干货的人，我是有生活的，而且我的生活可能对你们来说也是大家会产生一些连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跟他们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互动吧。对，哇塞，你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IP 了是吧？我没有特意去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发现这样做了之后，大家的反馈会互动会更加流畅。就是他跟你去留言，不光是问你一个关于股市的问题了，他可能会关心你吃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你最近怎么看这个纽约的天气等等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种互动是我更想要的。哇塞，这个对你的要求也很高啊！你就是说每一方面的人生都得足够有趣儿。能吸引到人家，否则噼里啪啦跳粉儿，对吧？你说啊，我突然跟你分享一下我另外一面，人说大老师怎么这德行呢？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有趣的，只是你愿不愿意把它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我就开始有点挠头了哈，这个都很有趣吗？啊，来，那杨一你觉得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次老媒体人吧，你在这儿哈，就我们当年其实是有一个经常讲，就传统媒体跟读者离得远，对吧？就是读者来信那其实很少，对吧？而且贼远贼慢，对吧？你而且我也见不着他。像你们就现在这种自媒体出来之后，其实都很直接的，甚至还能说啊，我约着咱们见一面，而且是可以我认识好几个就做播客啊、写微信公众号的。哇塞，这到了美国来，真的就是靠这个读者们、听友们，就是都养起来都可以。就是我说怎么都这么亲密吗？就是这离得特别近。所以这种现象也是所谓这个自媒体带来的一个特别，就是这种距离好像首先我打破了啊。第一个我说传统媒体时代有啊，崔永元当年不是有个非常有名的梗嘛，说我只要带一个签字笔去，我在全国吃香的喝辣的，就是这个事儿。只是因为说传统媒体大部分是幕后的人，就是能够享受到这个万千星辉的人是
少的，极个别，只有就是台前那些人，所以他们一定是有这个红利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只是因为现在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15分钟嘛，就导致好像每个人都有这个体验。然后我自己的话，我的感觉是，我接着刚才大老师说啊，就是我会觉得，我反而会认为我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媒体属性。就我反而不会用你这个怎么去运营社群，或者是说我怎么去建立跟听友的关系来看这个事。就是实际上大家每个人是自带媒体属性的，只是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事，甚至不是说你有没有或者要不要放大，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在一个群里面要转发什么样的文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的行为。就跟你原来在媒体在读者文摘要转载一篇是一样的，就每个人都随时随地都有这个媒体属性。那刚才大老师说的这种你的多样面，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你当然就有这个东西，而且你的每一面都有它的媒体可以被传播的价值在。所以这个是它只是说看你第一你需要多少这种连接跟反馈，第二你喜欢什么样的形式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其实对我来说，相对来说我更愿意，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去见真人，哪怕他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但我宁愿去见真人。我之前看过那个美国有一个单口喜剧演员，那个 Conan O'Brien， 他不是后来这2年做播客嘛，然后他跟 HBO 做了一个真人秀，特别有意思。他的那个播客有一个番外节目，就是可能隔2周更新的一个节目，他主节目是采访名人，他的番外节目是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就全世界各地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跟他每个人聊15分钟。他那个 HBO 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呢？就是他从那个每年比如说可能有100个人给打电话里面，然后挑7、8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就飞到当地去跟他见面奔现，然后让这个姐们儿或者哥们儿带他做一个特别酷的事情，比如说到北极去出海捕鱼，或者是去一个小酒吧里面去表演一场摇滚乐。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互动方式，反而是你说评论区这个东西，我反而不是特别热衷，而且我其实有点讨厌评论区。对，我觉得评论区它那个即时反馈有的时候有点太快了，反而我觉得它可能跟播客的这种慢的节奏是不太搭调，可能微博更合适，我会这么觉得。对，杨一说的非常对。我突然想到，没有，刚才杨一说到这个脱口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李诞之前过去1、2年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小红书上直播，然后读那个对很多人给他的问题，然后他即时的点评，你就能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无数的切片在说这个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互动嘛，就是大家就需要李诞去跟他们进行各种问题上的一些探讨。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以前电台晚上的万峰的节目嘛，情感电台，只是万峰用的是骂人的方法，李诞用的是开玩笑的方法。太多了，这个知心大姐读这个情感的什么困惑，所以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一些互动。我一直觉得，其实人对于媒体这个概念的需求其实差不太多，只是媒体自己在变。媒体不同的形态，人，但是总是在满足那么点东西。没错，它满足东西其实是类似的。哇塞，我们人真的是太无聊了，就是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那说到最关键的一趴，还不是最后的最后啊，就是怎么赚钱这事儿啊。就播客这个东西，现在能做成一个全职的养活自己的事儿吗？这个杨一肯定更有发言权啊。我只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现在到今年为止，中文播客圈，如果你有10万，就小宇宙有10万以上的订阅，我认为你做一个艺人公司是肯定没有太大问题的。就是可能前2年的门槛会更低一些。那今年因为大家这个播客越来越多嘛，流量越来越，但同时在流量越来越紧俏的同时呢，进来的这些商业的公司，就是能给你去打广告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就蛋糕也多了，蛋糕也更大了。其实播客目前还处在一个蛋糕在扩大的过程中。所以我个人认为至少从去年到今年，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没有主动的去做任何的说我要接商业合作或者什么的，但是就算这样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全职工作养活我自己一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把这个立刻扩展到2个人3个人，你把它变成一个公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你对于收入的要求
然后如果你再引入风险投资，你想做一个更大的公司，你要做出一个商业模型来，那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现在我觉得播客在我看来就是你做一个小手工作坊，你一个人就像你开一个小餐厅一样的，你养活自己，问题不大啊。当然前提是你有5万到10万吧，可能10万说的有点多，可能如果有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哇，10万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其实只有2-3万的也能接到。对，不光能接到，因为它可能切入了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赛道。中文播客一方面你可以从广告主这里拿到一些收入，另外一方面比起其他的媒介，我依然认为播客的受众他的付费意愿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是付费是说我说的付费是购买听，比如说买你的付费单集，就是你比如说你出了10期节目了，你说我有一期节目我做成付费，其实很多人是非常愿意说我可以为你付一次钱，有这种感觉。这个是可能比起公众号或者其他领域的这种受众来说，他的付费意愿会更高一些。然后包括赞赏。就是你这种就是为了你一期节目打赏，也会比其他的媒介要多一些。对，所以微信公众号的变现能力更强一些，是吧？你如果单论变现能力，微信公众号依然是一个更强的媒介，它更成体系嘛。对，它更成体系，有非常多的这种中介媒介都在围绕着公众号这个体系在转，所以你公众号依然是更容易接到商单的。是的，我只是说播客这个事情在过去的这2年，蛋糕在扩大，而公众号那边可能在不变，甚至是有略微的缩小。所以一上一下来比较的话，对。我个人认为艺人公司的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对，你和程老板，你们当初创业之初就特别在乎怎么赚钱这个事儿哈。对，你来讲讲你们，而且养了这么大一个公司，他们就完全不是艺人公司啊，这好家伙！我去过他们办公室，还是很我也去过，我真的很震撼。我说这一层都是你们的呀！天哪，这半层。后来退租了半层，又退租了半层，对，也没有那么多人了。我就说这每个月发工资，这心里得多悬吊吊的。来，你来讲讲，你觉得你就播客这事儿商业前景？我觉得播客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点，其实你们刚才点到了，就是说它的商业化是属于旱的旱死，涝死的状态。这是个现实。但是呢，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它反而不是说因为它的商业化能力不强，而是因为这个商业化过于分散，就是每一块做的这个商业化的逻辑都不太一样，导致它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被高度复制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你记得我上半年在上海有一次我们俩做完活动地铁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觉得你在中文播客里遗憾没有做到的事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好像没有再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一个更可复制的、更高效的商业变现方式。我居然问过这么深刻的问题，我也觉得，我们俩当时听了我都觉得我这提问太因为我们俩当时第一次见面，你懂吗？就是没有现在这么熟，所以他就问一些非常冠冕堂皇、像录播课一样的问题。然后，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点，就是说，你看，像你做过公众号，然后你现在做小红书嘛，就是你看这些平台，包括抖音，就这些平台，它整个的商业化，实际上它的方式没有那么的分散，它反而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它都是成规模、成体系的。播客的问题就是在于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赚钱，当然有一些方式可能是100个人在用这个，那有些方式可能只有10个人在用。比如说我以 JustPod 来说 ，JustPod 现在的主要的收入应该还是以做品牌播客的制作，包括我23年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最主要的来帮公司做的这个也是在这一块。那这个部分坦白来说，到最后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上很可能就只有这一家公司是比较稳定的能提供这个服务的了。那就变成是说它是不是商业模式？是的。你就是你做品牌播客的服务商、供应商，或者像你刚才说的做一个播客行业里的麦肯锡，是不是商业模式？是的。它能不能赚得起来？能赚。但是它是不是一个能够代表这个行业的模式呢？肯定不是。对，我把杨一说的这个事情再拆开来，简单说一下，可能有哪几种例子啊？就是商业化。你比如说最简单的讲，播客有口播，对吧？就口播一个广告，对，有定制，有冠名，有带货链接，然后现在还有做游学，做线下活动，对，就你可以想象到的其他媒介能做的事情，它都能做；其他媒介做不了的事情，它也能做。你很难想象一个小红书的博主去说我来组织一个游学团，可能是比较难的，相对来说。但是播客就可以，他们忽左忽右就做过，对吧？也有很多的。你说那几种他们都做过。对，我说的这几种，包括现在开始卖书了。
对啊，我前两天听那个对啊，节目天天打广告，销售说在卖书，所以都可以做，但问题就在于，每一种的它的量还是比较小的，它不可能复制到几百个、上千个博客里面，它只有头部那些博客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任何媒体形态不都这样吗？都存在就是顶流通吃的情况。你看到像比如说小红书，我觉得小红书就不是啊，对，小红书的这些商单，它更青睐于5000到5万的这个档次的这种，因为它价位更合理，而且它会认为它不会很贵。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它就 work 在因为博客领域算法，因为这些人看到的，就是这些受众看到的，不是你一个，就算你一个头部的，一个几百万粉丝的一个帖子，你跟一个几千粉丝的一个帖子，它是个概率，它的权重并没有高几百倍，是的，但它的报价可能是几十几百倍。对，那对于一个商家来说，我当然愿意撒一把。没错，我找100个。但粉丝在5000到1万的号，那个成本可能跟你投一个大的20万的号是差不多的。你看咱刚才还批判人家算法，这人家也做了点好事儿，对吧？让这个腰部及以下的也有阳光普照是吗？对吧？雨露均沾啊！你看看，你要这么说的话，当然是吧？就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如果播客赚钱特容易了，咱们假设有这个美好的未来出现，你觉得这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陷阱？对播客这个事儿来说，你呢？你觉得？我想象不出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会让播客突然你在美国也没有啊？美国有一段时间，美国其实17、18、19、20年就疫情前这几年，其实日子过得特别好。就是他最实际的一个感受是，你会发现就是行业里，比如说 PGC 来说，就是很容易拿项目。就大量的平台会问他们采购内容，然后广告收益也很不错，然后当然就是你的员工的工资什么的都，那个时候我记得这边的工资可以开到一个制作人大概3年经验呢，可以开到$10万1年的 salary，所以那就是繁荣期就是这样。当然，因为我的朋友们经历过这个已经到波谷了，所以我也知道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很多是没有工作，然后就开始去想说，前2年单子很好拿，现在我的公司也做不下去了。他就是有这个过程。我觉得那个相对来讲，就是觉得可能播客比较好。我的感觉是，我觉得以我的角度，我肯定期待它能变成一个变现或者商业利益更多的媒介，因为讲白了，这东西才能驱动你更好的发展。而且你读大量金融的东西，我觉得你肯定更知道这个背后，就是说，就是商业的发展背后一定有不好的部分，就是不向善的那个部分，但是发展总是需要的，你不能因为看到它有不向善的部分你就让它停在这儿。我觉得很多东西反而死在那儿，就是最后死了，恰恰就是因为你好像要保住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但是那个其实是保不住的，你总要往前走。所以其实就是大家还是想这个起租楼的状态，对吧？后面那半句我们都不想说了，是吧？楼塌了是，但楼塌了也很正常啊。我想塌过多少次了？现在大家问题是经常在塌楼的情况下，你看美国的播客行业现在，让你想象一下起租楼，它都无法想象，对吧？这怎么可能呢？就失去想象。所以你知道我的角度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就是你要回到比如说个人或者是每个人的媒体性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只有你自己这个东西是一直存在的。所有的媒介平台都是有波峰低谷的，然后你其实是应该更了解它的趋势在往哪发展，然后让这些东西为我所用，而不是说我跟一个东西过深的捆绑，然后这个东西没了我也就完了。这个其实得说到你们当年去创办的时候，其实你们就赶上了那个所谓的黄金期，是啊。结果你们2个人特别谨慎的，那个时候还不太拿投资。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投资人找你们的，对吧？就后来拿了一轮，拿了一点嘛。然后那其实是不是当时你们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张，或者是说你们并不看好这个生意形态，它能像创投企业那样去发展？对，2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认为，就是所有当时的创投的逻辑都是期待你指数性增长。我们不认为播客是一个，或者说一个播客的内容公司不是能指数性增长的。平台也许它就是个生意，对吧？对，就它更像是一个作坊，然后就是一个这个传统制造业逻辑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实际上我们当时创业的那个时候，其实资金已经在变少了。那时候美联储开始加息了，就是之前那波最黄金的那个大家都在拿钱的那个热潮已经在退了。我们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那个时候，你想，因为纪元资本是我们很早的客户嘛，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他的同行也来跟我们聊，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见很多投资人。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当时这些这些投资
背后，其实他们也不太去投一些文化项目了，他们更愿意。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已经开始意识到我要投 AI、投医药、投生物科技，他不一定会去投一个文化项目。可是你想，在14、15年的时候，那时候徐小平他们是很愿意投这些文化项目的，有大量那个时候的公众号是这么起来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顺应时代还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拧着干。好，最后我们上次也聊过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创投，其实当年孙正义那个时光机理论嘛，就是说外面比如说美国流行的东西，再过几年之后就会在中国发生，然后你就等于穿越了这个时空，好多人去占一个先机。然后你们觉得今天美国的这套东西，就播客领域的东西，还有没有可能时光机理论依然适用于中国？还是说完全不行？因为现在你们都看了很多吧，不光美国，还有欧美世界的这些所有的播客的形态，时光机理论还在中国适用吗？我说我的吧，因为我正好这周末去在美国做个分享，其实那个 curator 给我的想让我聊就这个事儿，我反而觉得现在我跟美国同行交流的时候，我给他们的启发是一个反向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前面在聊说，我那时候刚开始10年前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是很想时光机的，就是我看到了播客的，比如说叙事类播客、高质量播客、PGC 内容在美国的繁荣，那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个东西带到中文市场去？它能不能长成什么样？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做了这个10年下来之后，实际上最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跳过了整个 PGC 的这一段，因为我们公司比这边就晚了5年起来嘛，然后小宇宙差不多也比这个晚5年，所以你会发现它整个就跳过了中间那段 PGC， 它直接进到了就是个人化、活人感，然后以这个为主流，以及现在已经走到视频播客，就跟现在在海外的 YouTube 这个东西是汇流了。YouTube 大概是在22年下半年到23年上半年的时候，它开始变成一个趋势，就是开始有更多的人注意到说，哎，我可以做视频播客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如果以2025年这个时间点来说，反而是汇流了，就两边都站在了同样的位置上，但是这个怎么走过来的不一样。美国是已经经历了一个高开低走，这一波走完了之后走到了这儿，就是大家现在对播客的想象是说，第14年的时候，当时那种所谓被验证过的，就大量的创业公司在里面，也有的公司甚至也卖掉了，卖得不错。就这一波里面的底层逻辑就是 PGC 内容是不是它的生命力已经结束了？第二件事情是，当它生命力结束的时候，这个东西它还存在，它就一下子被这个产业挤到了比较边缘的程度，因为这个产业的主流位置让给了 KOL 们开的视频播客。然后这个东西现在是这个讨论最多的。比如我今年上半年在伦敦参加一个展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 panelist 他在描述自己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不用我做的是个 podcast， 他说我做的是个 show， 因为大部分他们都有同时一个视频播客在。所以他已经不能用一个大家一般意义上那个听的播客去形容我自己了，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逻辑。那中国的逻辑就是我们前面聊的这些嘛，就是它刚好也是直接走到了现在，就是播客慢慢变成一个超过1亿人都知道的一个可能在消费的这么样的一个媒介，但它的规模肯定是远没有抖音、小红书来的大，它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与此同时，视频播客这些新的东西也在出现，所以你发现虽然大家的这两条河的来源不一样，但至少在这个时间点居然碰到了一块儿，那就是你怎么走过来跟我怎么走过来之间就有很多交流的地方。所以我反而觉得现在其实是中国的一些经验给美国的同行一些启发，反而是有一些空间在的。但我也不认为这个启发能够持续很久，就跟那个时光机不太一样。时光机是我真的有在美国做媒体的朋友，他是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做什么短视频，就看5年前抖音火啥，对吧？他是这样，他可以持续的去把这个经验带过来。但我觉得播客很可能他只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在交汇，两边之间有一些共同的语境。也许走到26年、27年，大家又各自发展。比如说视频播客，我认为也许在 YouTube 上还是可以走得很长很稳，规模做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其实它现在还是一个早期实践期、探索期，它最后能走成啥样，尤其是它的商业化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个无解。那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对，杨一这么专业的分析对你有启发吗？你作为 KOL， 其实从结论上我同意杨一的这个观点，就是时光机在这个行业未必那么的适用。对，但刚才杨一其实主要说的是来时路啊。那我其实想讲的是，我目前观察到的
对，往后的走。那你按照经济学最基础的就是看供需嘛，就是你的供给跟需求。那对于中国，我认为啊，就中国跟美国的媒体行业或者说整个生态，我们刚才已经聊了很多了，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从供给端讲来说，美国有很多的传统媒体，包括现在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商业的机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在中国还非常的缺失。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在播客这个生态里边，依然是以 UGC 为主，或者说是以个人小作坊1-2个人的公司为主。在供给这一端，我觉得两者就不一样。而在需求这一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中国的受众，对于这些听众来说，刚才欧阳你也问到过他的一个画像，对于这样一个画像的群体，或者你再往外稍微再扩散一点，整个这样的一个长内容的这种受众的话，它太缺少长内容了。就是你在美国，你依然能看到书店里面人满为患，大家愿意去阅读，愿意去用各种方式去享受一些长内容。但是在中国的问题在于，就算你想要去享受或者说吸收长内容，你缺少这样的一些供给。我们的长视频平台有多少的长内容好，或者说优质的长内容值得你去看，值得你去看呢？对，没有。书当然还有一些，但是你跟美国的差太远了。杂志就更别提了。那怎么办？播客是一个长内容的很好的供给，这个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稀缺性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播客有一个非常好的需求在于哪里，就是你会发现这2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有很多其实肚子里很有货的人，他会愿意用播客的这种方式，我慢慢的讲给你听。因为只有在播客的这样的媒介下，大家才能安下心来慢慢的听你讲。他在短视频里面，在其他的公众号里面，他都恨不得2分钟就把这篇文章看完了。在 B 站上有可能吗？ B 站是一个平台，但是依然是那样的，就是你用视频，因为现在的大家的信息焦虑症太严重了，以至于我很难耐下心来看一个1小时的视频。我也许可以花1小时视频，我也许可以花1小时的时间去看一个10频道的，或者是一个制作非常精致的视频。但是你就让我看着2个人在那里说话，对，看1个小时、2个小时。现在罗永浩可能走出了一条路，因为他请的这些人实在是太值得看了，太值得看了。你说对了，这就是我对现在这个视频播客的判断。就我认为他的顺位，第一是嘉宾的稀缺，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罗永浩跟鲁豫的节目的火，第一是他的嘉宾稀缺性，然后是这个对谈人的稀缺性。我到至少在目前阶段，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广泛 UGC 复制的一个成功的形式。但是从底层逻辑上，还是回到大老师，你觉得说是就是因为大家信息焦虑太大了，所以我不可能说我坐在那儿看2个小时，但我可以干点别的。对，我可以同时干点别的，以及这播客特别独特的点是吧？以及可以让这些可能是学者专家，也可能是一些普通人，他可能在某一个方面有他自己很多的想法，他可以贡献一些长内容，比如说我这样的人，那么可以利用播客这个来满足这个需求端。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供给端跟需求端跟美国的生态都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所以导致的结果是，我不认为美国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它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可以原班这个复制到中国未来的播客生态。但是你知道啥吗？我反正听到相同的地方了。就是说，反正在这个我们都觉得信息越来越碎片化，大家越来越忙，越来越焦虑的时候，其实长内容是有市场的。是。就又回到，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跟美国的这些同行们去交流，你看像《纽约客》这种，动辄一篇文章，恨不得你看完一本书，就跟看完一期《纽约客》，你跟看完半本书的那种感觉一样，特别长，但是他们依然活得很好。而且中国美国还有很多独立的这种媒体平台，他就是坚持做长文章，他就是觉得我得做长文章。其实你看人的底层需求都是一样的，中国也是，对吧？就是说大家可能焦虑，无论是洗刷自己的那个羞耻感也好，还是说他其实真的对长的非常好的结构的深度的解读信息的供给需求也好，而去找了这个播客也好，反正就我觉得反而我听到了一些共同性。但我反而会觉得我稍微讲一个不太乐观的东西，是我认为它这个需求一定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它绝对不会成为主流需求。它一定是少数需求。是的，对。所以你看，实际上在美国发生的情况是，以前像《纽约客》这样写文章的人，你可以这样写文章的杂志，你可以拿出10本，
现在可能只剩这一本，是的，还活得比较好，而且也坚持做这个事情。但中国一本都没有。你最爱的财新可能还坚持一点吧，对，也没有这么长，它的内容也没有这么长。所以说到最后，咱们都是在给一小撮人服务啊，然后我们自己是更小的一撮人。好，最后的最后来了啊，我想知道的就是说，这个开始干播客之后，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杨一，其实以前你是传统媒体的电视人出身，那然后等于这开始突然变了，开始做了播客，然后你现在又开始做更多的，就是还是这个圈子，但是做更多的，看到更多的面向。那你觉得你反思过来，对你自己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啊？那大老师就更别提了，这以前是个金领啊，对吧？这是最让人羡慕的行业，突然掉到媒体的坑里了，突然跑到我们这儿来卷和了，对吧？然后你又有什么变化吗？对吧？来讲讲。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做播客这几年的收获，我觉得简单讲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肯定是我对于就是媒体媒介这件事情的认知更深了。就比如说我前面举到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对于受众，就是一个创作者跟受众之间的关系到底是谁影响谁，就这个东西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比较深的体验。因为传统媒体的确在这方面，我认为是系统性的比较的不重视的，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原来那家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就是经常也会有领导过来说啊，你们要用户思维啊什么的。但是你一个传统媒体，你每天拿着死工资干活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去形成用户思维？这件事情是没有门道的。自己干的时候即刻反馈，是这个当中你就一定会去了解，而且尤其是你后来有公司的这个压力之后，你就更加需要去知道这个事。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因为我一直是对媒体研究跟媒体史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交互的经验，就是你可以不是单纯的去创造东西，而是说你可以更理解一个内容，这个创作者跟受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点。第二件事情，当然对我来讲，播客非常难得的是让我有了一次创业的经历。我应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创业，就还能创业，对吧？就干这行还能创业，我不是这个性质的人。就我当然知道我的同龄人有很多去了财经财新，后来待了1-2年就出来创业了，但我一直都比较稳的一个人，所以我一般不太就从来没想过。但是这个给了这个契机让我去有机会创业，跟合伙人搭档去寻求去知道怎么合作，然后去管理一家公司，甚至是有可能有一些机会是说我有没有可能给一个行业造势，就是开拓了一些东西，是不是想想还挺牛逼的？创造一些东西就是牛不牛逼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个很难得的经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2年，就他刚才讲的那个为爱发电，就是为什么那2年我这个事情也做得非常起劲，是因为我也在当时意识到这个事儿，就是他再过几年可能就不是我来做了，或者是说我自己可能也会 move on。 所以既然这个东西在眼前，就应该拼尽全力，而不是一种打工人心态，就是说滑滑梯滑到哪儿算哪儿。所以那时候就是不浪费历史给你的机遇，好吧？就你非要说这么大，对，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既然有那么2-3年，就希望能够做满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绝对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也不认为我后面再会去做这么样的一个完整的创业。但是它的遗产就是，我觉得这种创业或者是公司运营的思维，在我脑子里开始产生。就哪怕我现在再回来做一个自媒体或者艺人，完成一些小生意，但是我会有比如说运营的思维、成本的意识、合规的这些东西是很重要，这是你只有开过一家公司你才会形成。然后我也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未来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媒体的事情，我觉得接下来的几年里，对于所有的自媒体，这都是你需要去建立的意识。就是其实你哪怕是一个艺人，也得用一套公司的逻辑来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其实已经很难把很多事情转嫁给别人了。比如说你的商务很可能，如果你要赚这个钱，你的商务就是得自己来。然后你如果要维持这个东西的增长，你的运营你就得去动脑筋，你不可能像上一代，就比如说我那时候的传统媒体人的时候，是我只要把这个片子做好，我把这文章写好，这事儿就结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做播客这几年认识了很多人吧，结识了很多朋友，就这个是对我来讲一个新的一个社交圈哈，一个朋友圈全都打开了。对，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人还是让我比较有好奇心或者有热情的部分。然后因为做播客，你有一个小喇叭在那儿，所以导致你可以认识更多的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对。
这么把你要说的都说完了，来说点有活人感的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当然最显性的，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的职业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转折。在做播客之前，我肯定不可能想象到，就像我在那期节目里讲的，来哥大新闻学院做一个访问学者这种事情，是从来没有在我任何的脑海中浮现过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一点是最显性的一个改变。但我觉得在这个显性的之下面，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找到了一个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就非常羡慕，之前有机会，比如说跟那个经济学原理的翻译者，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了，吴教授，去做一些对谈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些找到自己一个兴趣的人，他的眼中是有光的。他就算80岁了，他眼中也有光。他会为这个事情觉得我可以一直干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爱干的事情。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没有找到那个我的兴趣的点。我一直觉得我只是齿轮上面的一环，我只是为了打一份工而打一份工。那能找到一个自己真正为之感兴趣的事情，是我觉得现代人你有了这些机会，你有了在自己本职工作之外，你做自媒体也好，你去开一个小店也好，你去学一个什么手艺也好，它是给你开辟了另外一条路。那播客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他把我带到了访问学者这个位置上，那是对吧？是我的荣幸。但是这一点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那再往下讲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讲，个人成长来讲，其实播客或者说是内容创作者吧，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让我知道了就是输入倒逼输出这件事情。输出倒逼输入说反了，对，输出它可以倒逼输入，对吧？因为我要做播客，我要写公众号文章，或者我要做什么，我可能会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在读很多的书，在感受很多的内容。这个有点像我听很多脱口秀演员会讲说，把生活都变成了他们的段子。我在经历了一个素材库，对，我在经历一个什么事情之后，我第一个想法是，哎呀，我又多了一个段子。那对我来说，我在想到一个选题之后，我就立刻要去找相关的资料，去进行很多的一些信息的摄取。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去做播客这个事情的话，你很可能就刷短视频或者什么就过去了，这个时间也就这么过去了。所以这个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对于我自己的积累，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而且这个我跟你说，因为你要输出，所以你的这个输入啊，不仅有目标感，而且效率极高。对，你要快速的抓取里面的所有的，否则的话，那书你也会看完就忘了。是的，现在哇塞，每一条我该怎么弄，怎么逻辑结构，他讲了哪些论点？你看，这是以前就是传统媒体人每天的工作，现在弄的，你看大家都来对做金融人也来弄这卷得我们无处可卷。但是实际上就是这对抗衰老特别，等你到我们这岁数啊，你就觉得这对抗衰老特别。等一下，这里咱也不知道谁是谁什么岁数。对，岁数是杨一最年轻，好吗？我突然恍惚了。好了，行了，我们必须得收工了，因为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录到黄昏了。对，非常感谢大家在屏幕面前或者在这个耳机里面听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反馈给我们。你的及时反馈也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这么着。好，谢谢大家，谢谢大老师，谢谢杨一，好，谢谢大家，好，拜拜。好，哎呀，好累啊！哎呀，不干了，最后一期。你才1期就已经不干了。说完最后一句话，我都觉得我有点缺氧。是这样的，我每次录完播客都是缺氧的。